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5门娃娃亲，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10年过去了，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因为照片里我又傻又呆，妥妥的一个土包子。此刻，一个农村小镇前停了各种豪车，从车上分别下来了5个精致漂亮的女人，这一幕实在是震撼。刚下车，老五楚佑熙忍不住吐槽：“这是什么鬼地方？又脏又热。”老四楚静怡也是心中不满：“真是服了，爸爸怎么让一个乡巴佬选我们当未婚妻，还让我们亲自来这鬼地方见？要不是楚父的命令，我们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说话的正是老三楚诗瑶。好了，别抱怨了，去敲门吧。开口的正是大姐楚婉清，她精致的面容上同样浮现出一抹不悦。楚佑熙敲了敲门，过了半天门才打开。眼前的男子面容清俊，浑身散发出的高雅气质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楚佑熙被惊呆了。我们来找秦泽，请问他在吗？你们就是楚家小姐吧？你们稍等会儿，我去拿行李。哎，我去，这跟爸爸给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啊！这时二姐楚双宁出声调侃：“你喜欢？那让他选你做未婚妻。”我才不要，长得帅有什么用？还不是个乡巴佬。放心，我也不会看上你这个身材还没长齐的小丫头。随后我不理会楚佑熙吃瘪的表情，提了行李直接上车了。我随便上了一辆车，开车的正是大姐楚婉清，车内只有我们2人。2个月前父亲因病离世，这次去楚家我一直都很是抗拒，就当完成父亲的遗愿吧。我早就知道父亲与好友楚府定下了婚姻，也只能答应前往楚家。一路无言抵达江城，车子在一栋豪华别墅前停了下来，我跟着5人一起走进去，只见沙发上正坐着一名贵妇。妈，我们回来了，去那种破地方真是累死了。楚母目光看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怎么不像照片那般又丑又胖，反倒是还很帅气？你就是秦泽吧？为了娶到我们楚家千金还去整容，你可真是费尽心思。这场婚姻是楚父当年定下来的，整个楚家都没人赞同。阿姨，我没有整容。楚母冷哼了一声。李管家将箱子打开，检查检查。阿姨，这是我的东西。我自然知道这是你的东西，像你这种小地方来的，要带了什么危险的东西可不好。我的东西谁也不能碰。楚母站起身来，神色带着一丝怒意。我看你果然带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保镖给我拿下他。话音落下，4、5个保镖就往这边走来。就在保镖准备动手时，门口一道雄厚的声音传来：“住手！”是楚父回来了。他急急忙忙走上前：“秦泽，你没事吧？刚才公司有个会议，这才耽搁了。”楚叔叔，我没事。楚父转头看向楚母：“你这是做什么？”秦泽刚来到家里，就这般对他。我怎么了？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进来。楚母气呼呼丢下一句话，就转身朝楼上走去了。楚父叹了口气：“不好意思，秦泽，阿姨可能对你有些误会，叔叔会向他解释清楚的。”没关系，这些年对我有偏见的人多了去了。楚父听后大笑起来：“果然是秦昊天的儿子，不错。”只听楚父又对着家里所有人交代道：“以后秦泽就在这住下，他父亲对我有恩，你们都不许对他不敬，也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负。”5千金一脸沉默。父亲怎么就这么喜欢这个秦泽呢？一番寒暄后，楚父又带着我去看房间，屋内很是宽敞明亮。以后你就住这，如果不喜欢，我叫人重新给你装。谢谢叔叔，我很喜欢。看着面前的男人，我情绪复杂，我不由得想起了去世的父亲。见我神色黯淡了下来，楚父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路上也累了，你先好好休息，到了晚饭时间我叫你。”我点了点头。很快1天就过去了。第2天我醒来的时候，5位小姐正在餐桌吃着早饭。昨晚父亲已经交代，让我们今日带秦泽到江城逛逛。这时我刚刚坐下来，我公司今天有会议，让他们4个带你出去吧。说完，他放下餐具，起身直接离开。3姐楚诗瑶也站起身：“我今天临时有个演出，也得先走了。”剩下的其余4人紧跟依次离开了。我也没多说什么，继续埋头吃早餐。傍晚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你是不是来江城了？你来江城都不告诉我，我不管。你现在马上出来跟我吃饭。来电的正是我的小青梅，我们一同来到了一家高档酒吧。泽哥，楚家没人欺负你吧？放心，谁能欺负我？也是，你不欺负别人就算了，谁能欺负得了你？那你真打算和楚家的人订婚啊？不知道，要不是我父亲，我不会来到楚家的。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2人正在1楼的酒吧大厅，完全没注意到2楼卡座，一直有人在盯着他们。此人正是苏婉清。旁边好友不由开口调侃道：“我们苏大小姐，这是铁树开花了呀，长得确实帅啊，要不我给你需要联系方式。等等，他边上那是顾梦琪吧？”“顾梦琪？”“对啊，听说他可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不过婉清姐，你肯定比他强多了，定能将这帅气哥哥拿下。”你话太多了。楚婉清冷淡的开口，随后再次看向了楼下的我，眸光之中带着一丝疑惑。这个男人才刚来到江城，怎么会认识顾清寒？这时候，只见顾梦琪起身离开了座位，很快就有一名贵妇端着酒杯朝我走来。帅哥，交个朋友，一起喝一杯。我瞥了他一眼，
我不缺朋友。贵妇面色一僵，随即笑着开口道：“交个朋友，你今天的消费姐请了怎么样？”不用。贵妇顿时恼羞成怒，别给脸不要脸，姐有钱有势，小心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而此时坐在楼上的楚婉清正在看着这边的一举一动，对面的宋茜也察觉到她的表情。婉清姐，那贵妇可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看来你的猎物要被别人带走了。此时，贵妇抬起手想要给我一巴掌，楚婉清皱了皱眉，起身准备朝楼下走去，打算亮明身份来帮助我。你敢！这霸气雄厚的声音正是顾梦琪发出的。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10年过去了，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贵妇抬起手，正当要给我一巴掌时，顾梦琪突然出现。贵妇知道她的身份，不由吓了一跳。原来是顾总朋友，是我小人看人低，是我该死，希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跟小的计较。哼，清泽，交给你处理。我心情被影响了，也没意思继续待下去。你走吧。贵妇连忙道歉离开。2楼的楚婉清也看着这一幕，这个秦泽不简单啊，竟然身边有顾梦琪这样的大人物。和顾梦琪道别之后，我离开了酒吧。正当我准备打车时，一辆红色的库里南停在了我的面前，我这才注意到车上的女人竟是楚婉清。上车。上车后，我顿了顿，不可能这么巧吧？他刚刚也在那个酒吧，我和朋友过来玩的，你也是吗？楚婉清淡淡点头，没说话，一路无言。2人最终都没有将心中的疑惑问出。这时家里，楚母一脸不悦的表情。装什么清高呢？他来我们楚家不就是贪图那点钱吗？够了！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吼我干嘛？才刚来江城，第2天就出去玩的这么晚，也不知道和哪个女人鬼混。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娶我们楚家的女儿？我相信他的为人。不过楚府的确担心我的安危，正准备打电话问问。这时，我和楚婉清走了进来。原来婉清是和秦泽在一起啊！楚婉清没有说话，也没有否认。秦泽，关于婚姻的事情，叔叔打算让你和我5个女儿都轮流相处一下，到时候你看觉得谁合适，再把事情定下来。好的，叔叔。楚母虽然不满，但她知道楚府的决定谁也改不了。第2天一早，我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我一开门，竟然是楚婉清。收拾收拾，跟我去公司。去公司干嘛？对了，楚父让我和每个人轮流相处1天，今天从大姐楚婉清开始。一番收拾下来，我上了车。秦泽，我答应跟你相处只是因为爸爸，但我不会喜欢你，你也不用去了解我。我听后，整个人有了些精神。我这2天观察下来，我最中意的人就是你啊，这可怎么办？女人目光闪过一丝不悦。我劝你别白费心思。我笑了笑，没再说话。抵达公司后，路过的员工都将目光放到了我们身上。总裁身边的那帅哥是谁？好帅啊！这气质一看，肯定是哪家豪门贵公子，他和楚总好般配啊！楚婉清将钥匙交给了保安亭的保安。这时我顿时一愣，德叔，你怎么在这儿？穿保安服的大爷抬头也是一笑。小隋，你怎么在这儿？楚婉清并没有过多理会，一个人进了公司。楚家的保镖都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本以为这乡巴佬来到公司铁定一直黏着楚小姐，没想到在保安亭和保安聊了一上午。果然是个小地方来的，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人。这时的保安亭，德叔得知我来到公司的原因，顿时笑了笑。楚家5个小姐我都见过，要我说呀，最优秀的就是楚婉清。这些年她接手公司后，可是拿下了很多大项目，为人稳重又优秀，可以优先考虑考虑。一个冰山有什么可考虑的？在我眼里，楚婉清就很高了。德叔大笑起来，接着又聊起了楚家其他几人。助理，秦泽这1天都在干嘛？回楚总，他1天都在保安亭，就没出来过。楚婉清微微皱眉，这男人早上还说最中意的就是我，如今来到公司，却在保安亭待1天，这男人玩的什么把戏？去查一查德叔的背景，以及他和秦泽是什么关系，顺便把秦泽叫上来。好的，楚总。助理离开后，没过一会我就上来了。楚大小姐叫我来，什么事？你在保安室待了1天，爸知道后肯定会觉得不好。我听到这里又感到有些无语。行吧，是你自己叫我上来的，那我打扰到你的话，可别怪我。说完，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楚婉清不理会，拿起文件继续办公。只见沙发上正玩着手机打游戏，音量似乎还调到了最大。楚婉清微微皱眉：你怎么比送外卖还能送啊？上手玩吧，别用脚玩了。楚婉清顿时无语，骂人骂得还挺优雅。就在此时，我和对面对骂了起来。楚婉清终于后悔将我带到办公室了。这个男人纯粹是来折磨自己的吧？游戏结束后，楚婉清的工作也弄完了。走吧。2人刚走到门口，助理就回来了。你先到车库等我，我随后来。好吧。总裁那德叔身份确实不一般，他在江城有很多市中心的房子和写字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身价几十亿的收租大爷，闲得无聊，所以才来当保安的。至于秦先生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暂时没有查到。闻言，楚婉清陷入沉思。秦泽怎么会在江城认识这么一个人？再加上昨晚的顾梦琪，这个秦泽果然不简单。
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10年过去了，楚家5个小姐得知之后都十分的不情愿，为了将我逐出楚家，楚母暗中设局栽赃偷窃，不料我过敏体质，当众自证清白，更抖出他收买佣人的转账铁证。回到家中，楚家其余4人都在沙发上，还有一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婉柔回来了，快过来坐。楚婉清并没有理会他，江以诚脸上有些失落，随即又看向了我。你就是秦泽吧？我是江以诚，和楚婉清是青梅竹马。我早已将男人的小心思看穿。你好。对了，阿成，我前些日子知道你要回来，特意逛街买了不少东西，阿姨上去拿给你。江家和楚家是世交，楚父楚母对待江以诚也是很客气。就当楚母下楼后，一脸不悦地看向楚父。我柜子里的那个盒子呢？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拿？楚母看向了5个女儿，见几人都摇了摇头。江以诚小心地开口道：“该不会被偷了吧？”谁胆子那么大？现在把东西交出来，滚出楚家还来得及，否则就等着进监狱吧。见无人承认，楚母即刻开口道：“管家，给我每个房间好好搜查。”我正在玩着手机，听到这话，顿时兴趣来了。1小时之后，管家带人搜了几个佣人的房间。太太，除了小姐，还有秦先生的房间没搜过。此时，一名佣人也站了出来。太太，我们昨天讨论监控坏了的时候，秦先生正好经过。下午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从您的房间走出来。秦泽一脸懵逼，我操！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明摆了是说我偷的吗？闻言，楚母顿时满脸怒气。秦泽，你表面装清高，背地里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是吧？管家立刻去给我搜他的房间。楚府立马站了出来，胡说八道！秦泽怎么可能是那种人？你以为你有多了解他？这种小地方来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何况昨天下午就他一个人在家里，逃不了嫌疑。我一脸平静，没事的，楚叔叔，让他们搜吧。从事发之后，我就察觉到了，这是一场面向自己的阴谋。至于谁是主谋，我想很快就会知道。我看向了指证自己的佣人，冰冷的开头道：“你叫什么名字？”佣人不理解我为何这么问。我叫周婷。我并未进过楚母的房间，这人为何要无端污蔑自己？我随即打开手机查询些什么。很快，管家走了下来。先生太太，我们在秦先生房间找到了这些东西。只见一个木盒子内装着一条玉石手串，正是楚母丢失的东西。众人都惊呆了，竟然真的在秦泽房间找到了。楚师远，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看看你给女儿找的是什么男人，小地方来的就算了，手脚还不干净。不可能是秦泽做的。是啊，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江以诚也在一旁惺惺作态。就在这时候，楚婉清站了出来。爸妈，让周叔叔来鉴定一下指纹吧。如果是秦泽做的，珠宝上定然会有他的指纹。楚父点了点头，打电话叫来周警官。如果东西是秦泽偷的，他必须解除婚约，离开楚家。东西不是我偷的。我仔细回想，卧室门把手昨天似乎被人贴了一层膜，今天就不见了。手串上的指纹大概就来自那里。经过周警官的验证，玉石上果然有我的指纹，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还想怎么解释？放心，我有办法证明自己。阿姨，这手串借我用用。众人不理解我的意思，只见我无比坦然，拿起桌子上的手串戴在了自己手上。灯光的照射之下，戴着玉石手串的手腕顷刻间就变得红肿起来，瘙痒和难受占据了我的大脑，但我仿佛不在乎。阿姨，这玉买的确实不错，我这体质碰到越好的玉，过敏越是严重。傻孩子，知道对玉过敏，你怎么还去碰？快摘下来！我看着楚母，冷冷一笑，这些症状没个3天是不会好的，所以东西不是我偷的。楚母依旧是不依不饶，说不定你是戴着手套拿的。戴着手套，手串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楚母顿时语塞，我触碰到玉就会过敏，而且手上之前并未任何症状，明眼人此时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场针对我的嫁祸。好了，我解释完了。如果是其他的东西，说不定我还真百口莫辩。阿姨，现在我想问问，你为何会在昨日给周婷赚了20万块？周婷和楚母神色皆是一惊。你在胡说什么？我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图片，上面正是汇款的账单。我必然清楚，一个佣人没必要陷害自己，必然是被人收买了。看着账单，众人都很惊讶，似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有楚婉清目光之中带着一丝疑惑，这个男人是如何查到这账单的？楚母支支吾吾解释，这是周婷家里母亲生病，向我预支工资。楚府叹了口气，周婷当初应聘的时候我在，她是个孤儿。秦泽，此事叔叔必然给你一个交代。楚婉清，你先带秦泽去医院处理一下。我点了点头，跟着楚婉清离开了。刚上车不久，就传来女人清冷的声音：“对不起。”我顿了顿，这才反应过来，他这是在替楚母向自己道歉啊。我又笑了笑，没事，你们应该很失望吧？这计谋要是成功了，我就可以离开楚家了。对了，在此之前，你会觉得是我做的吗？楚婉清摇摇头，不是，你看起来没那么蠢。
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经历楚母栽赃风波后，我一路无言的抵达医院。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候着。没过一会，楚婉清拿药就回来了。把手给我。我将手伸了出来，只见楚婉清替我将药膏涂抹在了伤口之上。疼吗？自然是有些疼的。我脸上依旧带着笑意。没想到你看起来高冷，其实还蛮体贴的。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呢。听着我调侃的话语，楚婉柔面色一红。我说过的，我不会喜欢你的。没意思，我自然是在开玩笑。楚家这5人，我可得慢慢观察。然后看着我起身的背影，楚婉清内心却莫名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而此时，楚父和楚母已经在房间里吵翻天了。楚婉如，秦泽还是个孩子，你为何要这样针对他？你为什么要把秦泽接到楚家？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就与秦泽的父亲定下了婚约。婚约？一切都是借口吧？难道不是因为你曾喜欢过江寒萧？楚府顿时面色一僵。江寒萧正是我的母亲，当年父亲和楚父都追求着江寒萧，江寒萧最后还是选择了父亲。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都对他念念不忘，所以才会把秦泽接到我们家，对他如此之好？被我说中了吧？楚府叹了口气，江寒萧的事情早已经过去多年。当年我和秦泽的父亲一起出席慈善活动，突然遭受恐怖分子袭击，是他替我挡了一颗子弹导致的重大受伤。这么多年来，才会带着秦泽一直在镇上。秦泽父亲临走前交代我要好好照顾他。楚母神色顿时一僵，楚父则是陷入了那漫长的回忆之中。这时，我和楚婉清刚回到家，楚母竟然诚恳地开口道：“秦泽，之前的事情是我的错，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没事，我也没放心上。我也没再计较，就上楼休息了。刚洗完澡，房门就被敲响，来人是楚母。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秦泽，我现在接受你来到我们楚家，也同意让你娶我女儿，但他们5个人里，你不可以选择楚婉清。我微微一顿，为什么？婉清是我最优秀的女儿，我已经有满意的女婿人选，所以你离她远些。这话摆明了是说我不配，那满意的人估计就是江以诚了。我知道了，阿姨。楚母什么也没再说，离开了房间。第二天醒来，就轮到我和二姐楚双宁相处了。楚双宁是楚氏集团的副总，据说总喜欢和楚婉清作对。刚上车，楚双宁就开口问我：“你和婉清昨天相处的怎么样？”还不错。我告诉你啊，大姐这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心狠手辣，不近人情。我眸光闪过一丝笑意。那我选你。楚双宁顿时一僵，尴尬地笑了笑。别吧。抵达公司，楚双宁就忙着公事，我则又在保安亭待了1天。直到第3天，与我相处的是3姐楚诗瑶。楚诗瑶是一名娱乐圈拥有几千万粉丝的顶流，今天正是她出道10周年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晚上，随着众人一起前往了演唱会。演唱会开幕，楚诗瑶就以优美的歌声打动着所有听众。到了下一个环节，主持人缓缓走上台。今天是我们诗瑶10周年纪念，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环节。接下来我们会随机抽取1位幸运粉丝上台来与诗瑶合唱。台下一片雷鸣般的掌声，粉丝们激动的嗓子都快喊哑了。只见台上转动的数字最终在26停了下来。绝了，秦泽，26是你呀！让我们欢迎26号的粉丝上台。怎么会这样巧呢？只见江以诚眼里藏不住的幸灾乐祸，看他怎么出丑。这乡里来的哪懂得什么叫音乐？小哥哥好帅气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秦泽，不过我五音不全，不会唱歌。顿时底下人议论纷纷。下来吧，别和我女神站在一起了，看着就丢人。秦泽滚下去！我微微眯眼，我知道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现在心里别提有多少了。不过我最喜欢打脸了。我是不会唱这首歌，但我可以配乐。这首歌的音乐是钢琴演奏出来的。歌都不会唱，难道还会弹钢琴？那让我们安静下来，期待秦先生和诗瑶合作的歌曲。我缓缓地走向了钢琴架，场上也都安静了下来。我的心找不到。前奏一出，苏锦瑶有些惊讶，没想到还真的会弹。她也全神贯注，认真演唱的歌曲。我们呈现出的演奏无比默契。没想到秦泽的钢琴竟然弹得这么好，看样子应该是8级以上。一个弹奏，一个演唱，两人看起来还蛮般配的。虽是这般说，江以诚心里却恨极了。这体育馆是江氏旗下的，他在抽人环节动手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妈的，本想让这小子上台丢脸的，没想到让他装上了。老爸看我4岁还没女朋友，气得他一口气给我定下了午门娃娃亲，让我长大后选一位当未婚妻。舞台上，我和楚诗瑶呈现出的演奏无比默契，灯光的照射下，我整个人显得神秘而惊艳。楚婉清不由得目光看向了我，我和楚诗瑶同时在台上感觉莫名的不是滋味。一曲结束，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我下台之后去了一趟洗手间，走出来的时候，只见门口站着一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她戴着墨镜，看不清面容，但是身上的气质优雅高贵。你是秦泽吧？我很喜欢你刚才的演奏，送你的。女人将手中包裹好的花递给了我，我微微一愣。你认识我？不认识，只是很喜欢你的演奏。
我走了，再见。说完，女子转身离开，我愣在原地，心底里浮起一丝异样的感觉。2个小时后，演唱会结束，楚父楚母在家准备了晚餐为女儿庆祝生日。吹过蜡烛之后，众人都拿出了准备的礼物，有豪宅、珠宝、项链、游轮等各种东西都很是贵重。我也不紧不慢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秦泽，该不会是随随便便找了个东西糊弄楚世瑶吧？楚世瑶随意拆开，一瞬间亚麻呆住了。那是纯金的一只话筒，全球仅此一只。这话筒当初可是上过拍卖会的，后面被神秘人1000万拍走了。当初错过了拍卖会，找了各种渠道，想要花更高价买下它，但都没找到买家，竟然出现在这，这该不会是假的吧？但楚世瑶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假的。秦泽，这真是送给我的吗？我淡定的点了点头。一个话筒而已。这话筒哪来的？我摆了摆手。之前拍走他的人认识我，这送我，想让我在音乐圈发展。不过我不会唱歌，就送你了。妈的，这秦泽真给他装到了。大家再次被我给惊到了，看来他们准备的礼物都没有这份讨楚世瑶欢心。一开始本以为是个无能的草包，但这几天下来，他似乎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有些累了，就先上去休息了。翌日，今天是和楚静怡相处，她是一名医生。这楚静怡看起来清冷端庄，我来到楚家几天也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我今天有2台手术，有点忙，你在办公室待着。我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天，我实在无聊至极，索性就离开了医院。一直到了第2天，轮到了楚佑熙，他是楚家最小的，如今还在上大学。因为今天司机请假，由大姐送我们。卧槽，大姐，我刚看到消息，昨天有人在死亡峡谷打破了你的记录。死亡峡谷是一条有名的赛车道，最快的记录则是1年前楚婉清创造的。楚佑熙别提有多崇拜他大姐了，如今竟然有人打破了这记录。大姐是个男人，可惜戴了头盔看不清样子。对了，你给我查查那男人是谁呗。此刻，一向爱好赛车的楚佑熙心里又换了偶像，这一定是个英俊潇洒的小哥哥，简直太酷了。楚婉清没有搭理他。抵达学校后，楚佑熙话锋一转：“乡巴佬，你是不是喜欢我三姐啊？你不会也是三姐的粉丝吧？”才没有，好好上你的课。楚佑熙嘟囔着嘴，头也不回的走了。我没走一会，就被几个身穿校服的男生挡住了去路。为首的黄毛男子瞥了我一眼，不怀好意的开口道：“就是你喜欢楚佑熙？不喜欢。”黄毛男子指着我：“楚佑熙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你们听不懂话吗？我都说了不喜欢。楚佑熙知道你的存在吗？你又算什么东西？你配吗？”闻言，黄毛男人面色一僵，竟敢缠到佑熙学校来了，我们今天非得给你一点教训。顿时，黄毛为首的一群人摆着架势冲过来。楚佑熙得知秦泽被人堵了，想到爸爸的嘱咐，只能不情愿的前往。然而当他抵达后，却亚麻呆住了。看到几个鼻青脸肿的人跑过来，这几人都是学校的校霸，仗着家世显赫，总爱欺负人。我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他们要打我，我就把他们打了。没想到你这样的人竟然还有这么多追求者，这些人不仅脑子不好，眼光也不好。楚佑熙无语了，我就不该管你这个臭男人，亏我还那么担心你。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我坐在操场上，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疼痛，我捂着肚子，急忙奔向学校的公共卫生间。另一边，楚婉清结束了工作，助理走进办公室，总裁查到了，昨晚在死亡赛道打破你记录的是秦先生。你说是谁？一向面对所有事情都心如止水的楚婉清，此刻却十分惊讶。就是秦泽先生，他昨天不是和楚静怡待在一起吗？这结果真是出乎意料。秦泽这男人可真是有趣。就在这时，楚婉清手机响了起来。大姐，不好了，秦泽失踪了。大姐，不好了，秦泽失踪了。打电话也是关机，有人也说秦泽没回家。闻言，楚婉清脸色一变，你去报警，剩下的交给我。说完，楚婉清就立即驾车到了学校，调取学校以及学校门口的监控。终于在下午5点的监控里看到了我的身影。我朝公共卫生间走去，身后不远不近的跟着几个身影，也就是说，我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公共卫生间。楚婉清目光一沉，直接带人朝那个地方赶去。刚刚不是还挺有劲吗？你怎么不反抗了？你继续打我呀！真是个不要脸的男人，勾引我楚世瑶姐姐，看我不打得你心服口服。这些人多半是楚世瑶的私生饭，现在得赶紧想办法联系大姐才行。就在这时，保镖一脚踹开了门，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看着门口的楚婉清，一脸不爽：“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来坏我的好事？”楚婉清抬眸扫了一眼，楚家护着的人你也敢动？看着眼前气质非凡的女人，身后的小喽啰忽然颤着声音开了口：“这好像是楚家大小姐楚婉清。”只要是看过新闻的人，都能够一眼认出这个经常在上面讲话的女人。
他身后跟着一众保镖，个个身强体壮。相比之下，2个小喽啰就显得弱不禁风。楚婉清抬了下手，身边的助手瞬间领悟，立马将3人制服。刚刚还一脸嚣张的男人看到这样的场景，立刻害怕起来。对不起，我们就是一时冲动，等着负法律责任吧。都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秦先生，求楚小姐放过。楚婉清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求饶。警察押着3个人离开后，现场只剩下匆忙赶来的楚佑熙和扶着我的楚婉清。这个男人真会找麻烦，我怀疑他就是故意的，就是不想让我们安生。楚佑熙一想到回去之后楚父的责骂，心里就一肚子火。别说了，先把他送到医院吧。要送你自己送，我可不去。抛下这句话，楚佑熙气冲冲的离开。凭借着楚静怡这层关系，楚婉清很快将我安顿一下。楚静怡仔细检查了一下，眉头一皱：“他这是怎么了？伤得很重吗？”楚静怡轻咳一声：“他身上是有很多重击的伤，还有些轻微脑震荡。不过，他窜稀了，有些脱水，所以才会这么痛苦。”听到窜稀2个字，楚婉清尴尬的耳尖瞬间泛红。好了，我还有一台手术要去做，你就先在这里陪着他吧，一会记得帮他办理住院手续。他身上的伤一时半会好不了。我缓缓睁开眼，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我想喝水。楚婉清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看着我额角的汗珠，抽了张纸巾递给我。谢谢，不愧是我喜欢的人，挺细心的。秦先生，希望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了。我之前就已经表达过我的态度。我撇了撇嘴，这么认真干什么？真无趣。我等会有个紧急会议，住院手续等会办好，你好好休息。知道了。楚婉清刚离开，我的电话便响了起来。泽哥，你没事吧？你怎么知道的？你都没看微博吗？你被楚世瑶的私生饭绑架，楚婉清去救你，还亲自送你去了医院，被狗仔队拍下来了。现在网上都在传你跟楚婉清的事儿。我随手一翻，果然霸榜前3的都是这条重量级新闻，什么楚家大小姐心系未婚夫秦泽，2人暗生情愫。我皱了皱眉，找人把热搜撤了。这几天你先自己打理公司，有什么问题随时电话联系我。知道了。对了，私生饭我已经私底下处理了，他这辈子都别想从监狱里出来。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还有楚氏集团想跟我们合作，利润挺丰厚的，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想见见蓝翔的总裁。我皱眉思索，为什么非要见我？我知道你不方便，所以我推了这个合作，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好。我忽然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跟楚佑熙去上课，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私生饭是如何知道我的准确地址，甚至卡着上厕所的时间绑架我。于是我就拨通了一则电话，让警局的人对那个私生饭进行盘问。片刻，我看着手机上传来江以诚几个大字，我目光冰冷。幕后黑手果然是江以诚，一而再，再而三，江以诚，那我们就走着瞧吧。第2天一大早，楚婉清再次出现在了病房。楚大小姐，这个工作狂连工作都不要了，来这里看望我，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别多想，是爸让我过来照顾你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楚婉清抿唇思虑片刻，还是忍不住询问。你居然破了死亡峡谷的记录，你一个小镇来的人，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赛车？这个男人太神秘了，明明身世平平无奇，做出的事却一鸣惊人。无聊打发时间的东西而已。楚大小姐这么在意干什么？楚婉清愣了一下，看着我悠然自得的模样，心中的思绪逐渐扩散。先是跟顾梦琪有交情，认识身份不凡的德叔，又能弹得一手好琴，甚至于破了我在死亡峡谷创下的无人可破的记录。秦泽，我希望你不要存什么坏心思，看你没事，我就先走了。楚婉清这些话似乎是警告。过了几天，楚静怡照例来给我检查身体，恢复得很快，今天就可以出院了。好，我知道了。这几天大姐没来看你吗？她来不来是她的事情，你问错人了。楚静怡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轻笑一声。爸让你跟我们5个相处，你对谁最满意？我挑眉笑道。你希望我说谁？楚静怡微微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问了，毕竟我对秦先生不感兴趣。说完这句话，楚静怡转身离开。下午，我自己办理了出院手续，坐着楚家的专车回家了。秦泽身体恢复的差不多，有没有兴趣去楚氏集团去上班？闻言，众人反应不一。楚佑熙的意见最大，他不过是一个小镇上来的乡巴佬，怎么可能会处理公司的事情？爸，你别高看他。我看着楚佑熙跳脚的模样，觉得有些好笑。再怎么样也比你强。楚婉清此时却没有发言，她静静看着我，总觉得这男人仍有她意想不到的惊喜。楚父板着脸看向楚佑熙，目光充满了责怪。就算秦泽是小镇上来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嘲讽别人的身份。这时楚世瑶却开口，我觉得可以让他去试试，毕竟整天待在家里确实会很无聊。楚世瑶因为收了我的话筒，对我多了一丝好感，此时此刻也是帮着我说话。楚婉清顿了顿，最终开口，让他先去公司实习看看，实在不行再给他找别的事情做。楚佑熙愤愤不平，可楚氏是楚婉清一手创办，他无法反驳，只能暗暗握紧了拳。我去公司，你好像很不高兴。你这个男人只会来麻烦，进了公司也不知道会搞什么破坏。
我懒得跟一个小屁孩计较，于是不再跟他争论。第二天一大早，楚婉清便叫我一起去公司上班。我第一天去公司，被楚婉清放进了设计部，当了一个普通小员工。刚坐下来，一叠文件便被重重地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好了，这就是你要负责的工作，12点之前把文件处理了，邮箱发给我。别以为空降有人照拂就可以偷了。你确定这么多，我一上午能做完吗？我警告你，你现在的上司是我，别跟我搞什么花样，不好好工作，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走人。这就开始拿身份压人了，那你可就要坐我这个位置了。此话一出，刘杰的怒火瞬间涌了出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对我指指点点？你打扰到我工作。没有能力的人，迟早要被清理出去。我毫不在意，嘴角带笑，拭目以待。上午11点，我提前1个小时把文件传给了刘杰，可是没过多久便被打了回来。文件上毫无批注，只有简单粗暴的2个字：重做。我也懒得跟他再打交道，拿着方案直接去了总裁办公室。楚婉清正在办公。有事吗？我将方案放在他桌子上。楚婉清，你的部门主管觉得我的方案不够好，要不你亲自看看。楚婉清简单看了一下，随着卷页翻动，他的眼神逐渐发亮，思路剑走偏锋，以巧取胜，有些观点甚至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是刘姐交给你的任务吗？我微笑点头。楚婉清通知身边的秘书，叫刘杰过来。随后刘杰被叫来。总裁怎么了？这就是你交给一个新人的任务吗？刘杰浑身一颤。这一季度最重要的方案，你交给一个新人编写，打压下属。刘杰，你好大的胆子，扣你2个月工资。楚婉清从不轻易发怒，刘杰吓得浑身发抖。刘杰赌上职业生涯，举报秦泽抄袭国外作品，却被我当场亮出身份，不料当众被打脸。在被楚婉清训斥后，刘杰气急败坏，恨不得撕烂我的嘴，却又不敢声张，只能心里暗暗较劲。刘杰走后，楚婉清这才看向我。楚总果然赏罚分明。楚婉清看着我没心没肺的笑脸，思绪翻滚。这个男人真是惊喜连连，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2天刘杰受了处罚，遇到我也是夹着尾巴灰溜溜离开。但是看着他恶狠狠的目光，我心里总觉得他在憋什么大招。这时楚双宁坐在旁边，听说楚婉清为了你连刘杰都处置了，你这男人还真是重要呢。怎么楚副总羡慕了？秦先生真是爱说笑，我这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秦先生真有意思，怪不得能让楚婉清那个工作狂另眼相待。那行，我就不打扰秦先生喝咖啡了。楚双宁转身便离开了。另一边，我的方案得到了合作方的赏识，这一季度的利润不错。这边公司决定举办晚宴，这天我和楚婉清一同出席晚宴，门口早就挤满了新闻记者。请问传言中的2位暗生情愫是真的吗？那2位可以正面回应一下吗？楚婉清犀利的颜色扫过一片，在场的所有人都住了口。趁这个短暂的空隙，楚婉清带着我直接进了晚宴。楚婉清到哪都是焦点，四周总是围了一群人来向她讨要经验。我自己一个人偷偷溜到一旁的休息处，刚坐下没多久，刘杰便走了过来。哦，这不是我们的大男主秦泽吗？怎么没陪着总裁一起？面上虽然是讽刺，眼里的嫉妒却盖都盖不住。刘主管最近没了工资，过得还好吗？秦泽，你别得意太早。楚婉清的青梅竹马江以诚才是楚家认可的女婿，你不过就是个孤儿，怎么配娶最优秀的总裁？我可没有说过我一定要娶楚婉清，更何况我不配，难道你配？我告诉你，你早晚会滚出公司。有什么招式尽管来。一想到一会儿的计划，刘杰阴冷地笑了起来，开始进入今天的重头戏。楚婉清站上台，开始宣告公司这一季度的业绩。忽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我认为这一季度的业务有问题。此话一出，周围的环境一瞬间安静了下来。楚婉清将目光移了过去，神色淡定。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举报秦泽剽窃策划案。你说他剽窃，你有什么证据？刘杰一脸得意，直接将自己拟好的证据交了出来。我眯起眼，原来小丑在这等着我。这个设计的创意取自国外著名大学的学生刺猬的作品。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就是剽窃他的成果，一个是名牌大学，一个是乡巴佬。孰轻孰重，相信大家都分得清。听到这话，周围顿时议论纷纷。这个秦泽也太能装了吧，写不出来不要紧，剽窃算什么？这样的人怎么配留在我们公司呢？楚婉清避开这些人的目光，看向我。秦泽，你有什么辩解的？楚婉清看着我那双含笑的眼神，莫名感觉心安。似乎这件事确定不是你的错，但还是想听听秦泽怎么说。我笑着点头。没错，确实是借用了一点创意。你还挺细心。刘杰觉得这已经是志在必得的胜利。这个乡巴佬不学无术，现在还盗窃创意，这样的人怎么配留在公司里？总裁，我建议现在就将他赶出公司。那如果我就是刺猬？刘杰直接哈哈大笑起来。秦泽，你别搞笑了。你要是刺猬，我现在直接辞职走人，把高管的位置让给你。那样一个早早修完双学位的天才少年，怎么可能会回国在公司屈身当一个小小的员工？这可是你说的。刘杰势在必得。是啊，我说的。
于是我慢慢走上台。婉清，帮我连接一下手机投屏。一顿操作后，屏幕上显示出手机画面。这时我拨通了视频电话，几秒钟后，一个慈眉善目的外国老爷爷出现在了屏幕上。这是曾经2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安德烈导师。众人顿时目瞪口呆，没想到秦泽居然会认识这样的人。我微微一笑，老师好，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打扰你。安德烈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看到我笑容满面。紫薇，你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我了，你这次打电话给我，我很开心。抱歉，老师打扰你了。我们俩用谈笑风生，一群人都沉默着不敢说话。秦泽居然真的会认识这样的人，而且从安德烈导师口中可以得知，秦泽确实是刺猬。刘杰的心情一下子崩塌了，他不可置信地盯着屏幕。我挂断电话，看着面如死灰的刘杰。刘杰，我借用自己的创意，难道还要被说成剽窃吗？刘杰张口说不出话。楚婉清的心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果然，这个男人总是会给我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刘杰，今晚你就去财务部领工资走人。楚婉清一句话结束了刘杰的命运，这场闹剧圆满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我下楼吃饭，一众人的目光变得十分诡异。真是没想到，原来你竟然还是个高材生。我坐下不去理会他的嘲讽，楚府瞪了他一眼。好了，你少说2句。今天是周末，所以我决定我们全家一起去爬山。 5个女孩脸上都有点不情愿。爬山又累又晒，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有几场手术要做，可能不太方便。楚静一站起身准备离开，却被楚府一把喝住。怎么？你们医院除了你，难道没有别的医生了吗？这下正准备找借口开溜的楚诗瑶和楚佑熙都止住了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一会儿就出发。楚父的命令谁都抗拒不了。随后我们一起去了当地最有名的景点。到了现场，我一眼就看到了江以诚。楚母见到江以诚，笑得嘴都合不拢。江以诚，你居然真的会来，我还以为你不过来了呢。伯母，你都说了，我怎么可能会不来呢？一路上，楚婉清都默不作声。楚婉清，多笑笑，会越活越年轻。他并不理会我的调侃，只顾看着远处的风景。突然，我没注意踩到了一块石头，一下子崴到了脚。怎么了？扭到脚了？不能走了吗？楚婉清见我痛苦万分，便伸手将我扶了起来。我清楚地闻到她衣服上薄荷的清香，耳间顿时通红。其实我自己可以的。头肿成这样了，还嘴硬？楚婉清冷着脸，山上有医院，到时候可以让季姨给你消肿。一旁的楚双宁见状勾起不怀好意的笑。楚婉清，真没想到，原来还真有你在意的男人。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少说废话。这秦泽真矫情。江以诚看着楚婉清扶着我，心里嫉妒的要死。怎么了？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婉清，他会不会喜欢秦泽呀？放心，江以诚，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上了山，我被送到临时医院里治疗。趁着一群人都不在的功夫，楚母进了我的病房。秦泽，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伯母，你说。你最近跟婉清走得好像很近。楚母似乎是不经意提起了这句话，但是我一点就通。没有啊，我跟楚婉清没怎么聊过。楚母一脸正色。我以前就说过，我希望婉清的夫婿是江以诚，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我都不可能答应你们在一起。这是来敲打我。伯母，你放心，我对楚婉清没什么想法。没有最好。楚母说完这些，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其实啊，我另外4个孩子也十分的出色，你可以在他们几个里选一个。秦泽，你是聪明的孩子，应该知道该怎么做。这边楚母刚走，楚双宁便推门而入。秦先生，好点了吗？楚双宁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边，好像我们十分熟。我表情淡然。楚二小姐有何贵干？我这不是来关心你一下吗？楚双宁露出笑容，真真假假看不清楚。我记得自己跟楚双宁没什么交集。黄鼠狼给鸡拜年，估计没安好心，有事就说，不用藏着掖着。那如果我说我对你有点兴趣呢？你自己觉得说的话可信吗？楚双宁微微俯身，笑容越发扩大。怎么这个都不信？你这样让我好难过呀。请自重。秦泽，我可是认真的。就在这时，楚婉清推门进来，一眼便看到了我们暧昧的姿势，她眸色暗了暗。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这样的场景多少有点刺眼。楚双宁看着他的微表情，心里一阵窃喜。不打扰，都是来看泽哥的。难道楚双宁对秦泽感兴趣？楚双宁成功隔应到了楚婉清。注意身体啊！楚双宁在离开的时候也不忘调侃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各怀心事。楚婉清也顿时被这一幕弄得失去了探望的兴趣，便转身离去了。我也因为受了伤，被送进了楚静怡所在的医院。楚父罕见地敲开了我病房的门。秦泽，现在身体好点了吗？都怪那几个不成器的孩子没能好好照顾你，害你受伤。伯父，这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不小心，不关他们的事。秦泽，你放心，如果谁跟你结婚，我就给他楚氏20%的股份，还有京都20套别墅，没有人敢亏待你们，这是楚府的承诺。我听了心里发酸，感动渐渐蔓延。门口的楚静怡刚要敲门进去，听了这些话，整个人愣在了当场。嫁给秦泽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多东西，我们5个人每个人只有5%的股份，嫁给他居然有楚氏20%的股份。楚府又嘱托了几句，接了通电话，急匆匆的离开。
楚静怡等情绪稳定，这才进去。他走到我的身边，伸手捏了捏我的脚踝。这里还疼吗？我却有些莫名其妙的不自在。感觉好多了。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事情，记得随时打电话给我。这样细致入微的关心让我有些不适应。以前对我万般介意的楚静怡，怎么突然转了性子，开始对我这么在意？我在医院的这几天，楚婉清一直都没有来看望过。最近正是公司平稳发展期，事情应该不多。思来想去，楚婉清应该是上次那件事故意躲着我。于是我身体恢复上班的那天，特意要坐楚婉清的车。楚总人这么好，搭一下车应该不介意吧？为什么不坐楚少宁的车？楚婉清冷声道：“就是喜欢你的，快开车吧，一会儿要迟到了。”说不过我，楚婉清无可奈何，只能送我上班。一路上我的目光都在窗外，楚婉清还是忍不住开了口：“你跟楚双宁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楚婉清犹豫地问道：“那你们那天……”我微笑地看着他，听信一面之词，这可不是你楚婉清聪明程度应该做的事。楚婉清一愣，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忍不住嘴角上扬。我一脸趣味地调侃他：“这么开心，楚婉清，你这么在意我跟别人的关系，你不会是喜欢我了吧？”楚婉清脸色瞬间变红，你话真多。我禁不住哈哈大笑。楚婉清居然也会脸红。避免我再说什么难以接上的话，楚婉清猛踩油门，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公司。喂，你慢点。到了公司，我立刻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江以诚坐在设计部主管的位置上。见到我来，立刻满脸微笑的开了口寒暄：“秦泽，你来了，身体已经好了吗？”“还行。”婉清说她部门少一个总监，就让我来了。你不会不欢迎我吧？当然不介意，江先生可是要娶总裁做夫人的人，部门总监而已，不算什么。江以诚的脸色一下子刷白。贤泽，我也是害怕你心里觉得不满意，毕竟我一来就成了主管，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难免会心中不服。江主管跟我寒暄这会儿功夫，2个策划案都写出来了吧？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司上，少做毫无意义的事。两人不欢而散，我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开始认真工作。到了中午，我去楚婉清办公室商讨方案的下一步计划，却看到江以诚在办公室里缠着楚婉清。婉清，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我站在门口，刚要转身离开，被楚婉清一把叫住。秦泽，进来吧。我在这里不会打扰到你们吗？少废话，你过来，我们商讨一下这个方案。这明摆着的拒绝让江以诚有些不知所措。从来没拒绝过我的楚婉清，今天居然会为了秦泽把我晾在一边。婉清，明明是我先约你的，公司的事我要优先考虑，有问题吗？江以诚又被拒绝，默不作声的离开了。我看着他落寞的背影，心里忍不住发笑。你确定就这么伤害你的小猪吗？楚婉清瞥我一眼，看方案。我笑了笑，看来楚双宁说的没错，你还真是个工作狂。楚婉清没有再接我的话，低着头看方案。2个人改过方案已经是下午3点，我肚子忽然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走吧，带你去吃饭。楚婉清带着我去了一家平日里自己最喜欢的面馆。楚大小姐居然也吃这种东西。楚婉清哪怕是吃面，一举一动也是充满贵气。那你以为我平时都吃什么？不过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天天吃。我觉得什么饭都比不上我爸做的那碗面，可惜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去了。楚婉清默不作声，心情却被轻轻搅动。这是她第一次听我聊起来自己家里的事情，虽然浅浅带过，但是她还是感触颇深。我们回了公司，我刚准备坐下工作，身边的一个同事便拍了拍我的肩膀：“秦泽，你快看热搜，你出事了！”我心里一紧，打开热搜扫了一眼，硕大的热搜刺眼夺目。秦泽和楚家有婚约，同时和外国女人有亲密交集。秦泽表面乖巧，实则海王。微博里还有一张模糊的图片，那是我国外留学和师姐一起吃饭的照片。我心里划过一丝冷意，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谁在搞鬼。我立刻打电话给顾梦琪，让他撤热搜。与此同时，我也被楚父楚母立刻叫回楚家。楚母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训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一个人。”我皱眉没有反驳，都是误会。楚母怒气冲天：“你可以不喜欢我的女儿，但是你怎么能一边答应跟我的女儿们好好相处，一边跟别的女人偷偷谈恋爱？你对得起你伯父吗？”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解释清楚，可能楚府也会因此心灰意冷。楚佑熙早就看不惯我，冷笑道：“秦泽，证据都摆在面前，你还是承认了吧？秦泽，证据都摆在面前，你还是承认了的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个人只不过是我的师姐。秦泽，就算是师姐这么亲密的举动，应该也是关系密切的人吧？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在狡辩？楚府微微皱眉，心情复杂。秦泽，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跟那个人？我淡然开口道：“伯父，这个人只是我的师姐，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楚母唇角勾起冷漠的笑：“打电话可以证明什么？到时候你们2个串个工，不就可以瞒天过海了吗？”就在这时，一边刷微博的楚世瑶惊讶的开口：“啊，你们看热搜，有个人发了一条长文，是个美籍华人，跟照片里的女人一模一样。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并且今年6月就要结婚。我对秦泽当做邻家小弟弟，照顾他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没必要过于纠结。希望各位网友可以嘴下留情，放过这个小伙子。夏冰学在国外知名度很高，他的话自然没有人敢轻易反驳，于是风向一下子改变，甚至还有人开始猜测拍这张照片的人是谁？是谁这么无聊想陷害秦泽？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楚母一下子就熄火，楚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然，我就知道我的眼光是不会有问题的。楚右熙也有些尴尬，他摸了摸鼻子，倔强道：“对不起，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你。”我毫不在意的瞥他一眼。好了，事情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情了。楚婉清站在不远处看着我，心里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你也觉得我跟别的女人有染？楚婉清默默不说话，算是默认了这件事。她承认确实是有些在意。这场风波结束，我立刻让顾梦琪去查背后是谁在搞鬼。果不其然，是江以诚买通记者获得了这个照片，并且发在了网上。都怪上次好心放过了他。顾梦琪通知下去，与江氏的合作全部取消，赔偿违约金无所谓。顾梦琪冷着脸，果然又是江以诚，你放心，泽哥，我这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当天这件事就上了热搜，蓝翔公司发布通知，禁止与江氏合作，这也引起了楚婉清的疑惑。这次秦泽出事，江氏也遭遇危机，难道是顾梦琪在报复江以诚？这天我刚刚敲定最终方案，此时我准备离开，楚婉清忽然叫住了我：“江氏出现危机，是你在从中操作吗？”我一顿，怎么？你觉得我有这么大能耐，可以搞垮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楚婉清沉着一张脸，哪怕你没有，可是顾梦琪有。秦泽，江以诚可能是有点不惹人喜欢，可是你没有必要去这样对他。我目光一冷，楚总还真是关怀备至，甚至已经为他兴师问罪了。楚婉清皱眉，他明明不是这个意思。还有，江以诚真的有你想的那么单纯善良吗？楚婉清想到小时候江以诚踩死一只蚂蚁都要难过好久，压低了声音。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已经到这种地步，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江氏出现危机是他自己的问题，如果楚总非要去思考到底是谁在搞鬼，不如打点蓝翔的总裁问清楚，而不是在这里为难自己的员工。甩出这些话，我转身离开，留着一脸委屈的楚婉清。马上就是楚氏的周年庆宴会，到时候会邀请很多名流贵宾前来共同参与。楚婉清便将策划宴会的任务交给了江以诚。路过的我听到这件事，冷笑道：“喜欢江以诚啊，怪不得怎么样都要维护人家，原来是心有所属。”下班后，我直接去找顾梦琪去酒吧喝酒。你居然也会心情不好？怎么了？是不是楚家那群人欺负你了？我端起酒，一饮而尽。我上次都说了，怎么可能呢？很快便有些醉意。顾梦琪来玩真心话大冒险，谁输了谁就去聊一个人。来呗，谁怕谁。第一轮，顾清寒输了，他直接端着酒到一个男生身边，没一会儿就要来了联系方式。第二轮我输了，我摇摇晃晃站起身，直接往人群中走去。人群里，楚婉清看着我喝醉的身影，皱起了眉。这是秦泽。我在人群中晃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楚婉清身上。你长得最好看，就你吧。很显然已经醉了，已经完全分辨不出眼前的人是谁。美女，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俯身在楚婉清身上，摸着她的秀发，有些上头。楚婉清忽然有一股恼意，她扶着我坐在沙发上，目光冰冷。秦泽，你想干什么？听到熟悉的声音，我迷糊开口：“什么？楚婉清啊？算了算了，我不玩了。”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楚婉清一把按下。老实点，你喝多了。楚婉清直接扶着我往楼上房间走去。你这样喝多了乱跑容易出事。我已经醉得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开始说起了胡话。楚婉清真的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楚婉清听了这话，目光沉了沉，她知道我喝醉了，于是试探性地问道：“为什么讨厌楚婉清？”听到这个问题，我来了劲，开始倒苦水。他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还帮着别人欺负我？我可太委屈了。楚婉清无奈道：“他一直都很在乎你，没有欺负你。”你骗人！他喜欢江以诚，所以他一直帮着江以诚欺负我。楚婉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我，看起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举一动都让人有些心疼。放心，以后他会相信你的，也不会欺负你。他一直都很在乎你，不会欺负你的。可是他喜欢江以诚啊，他以后还是会帮着江以诚的。说完这句话，我彻底失去了意识，沉沉睡去。楚婉清看着我熟睡的脸，轻声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江以诚了？放心，不会的。”第二天醒来，我头疼的厉害，摸出手机一看，99加的消息和无数电话，全是顾梦琪打来的。我先给顾梦琪发了条信息，让她安心，然后开始回忆昨晚的事情。昨天好像和楚婉清见面了，然后还疯狂调戏她，后来想不起来了，算了。先去上班吧。简单洗漱了一下，便回了公司。因为江以诚策划晚宴的活动做得很不错，再加上他和楚家5位小姐青梅竹马的身份，获得了一众人的吹捧。江总监，你应该跟我们楚总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看来楚总是真的很喜欢你。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默默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可是还是会听到他们的闲谈。这时候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句：“可是秦泽不是楚家的未婚夫吗？他万一到时候选择楚总怎么办？”江以诚突然听到这个，脸色一下子拉了下来，可为了自己的形象，只能笑了笑。秦泽不喜欢婉清，他上次告诉我了，你说是吧，秦泽？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我，
我听着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江先生，我跟你不熟，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这个？江以诚没有想到我会突然过来，脸色十分不好看。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你要是反悔了也没关系，毕竟婉清的。怎么，我不能喜欢楚婉清吗？江以诚的话堵在了嘴边，尴尬的说不出话来。恰好这个时候楚婉清过来，她笑着走了过去。婉清，今晚的晚宴我已经布置好了，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楚婉清依旧目光清冷，看向不远处的我。秦泽，今天迟到扣3天的工资。我亚麻呆住，楚婉清避开我的目光，跟着江以诚去看会场。半小时后，秘书忽然来到了我的身边。秦先生，总裁让你去一趟办公室。我一点都不想跟楚婉清接触，可看着秘书为难的模样，也只好答应。叫我有事。楚婉清指着桌子上的礼盒，淡淡道：“今晚的晚宴，你陪我参加。”楚婉清这是邀请我做她的男伴了。虽然语气有些板上钉钉的强硬，我有些讶异。邀请我？你这小竹马可是要不高兴。楚婉清皱皱眉，不想废话。这是你今晚的礼服，记得换。我双手环胸，一脸笑意。我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改扣半个月工资。好吧，你赢了。我一阵无语，抱着礼盒转身走了出去。楚婉清看着我离开的背影，回想着刚刚强硬的话，感觉自己最近好像有些不理智。江以诚看着我从总裁办公室走出来，怀里还抱着一个巨大的礼盒，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秦泽，你给我等着！到了晚上，我拿着盒子去了卫生间，准备在这里简单换个衣服。刚打开盒子，便发现自己的礼服被剪得破碎，一看就是有人故意为之。准备出去临时买一件新的，却发现洗手间的门被人反锁。刚拿出手机，发现手机也是没信号。手机怎么没信号？像是厕所装了屏蔽器一样。秦泽，看你怎么跟我斗，好好感受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这边的楚婉清穿着一身靓丽的礼服，气质无与伦比。楚婉清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我的身影，心下有些不安。她拨通电话，听到关机的提示音，更加不确定了。正准备去寻找时，江以诚忽然出现。婉清，你在等人吗？楚婉清点点头，目光仍然落在别处。江以诚看着她有些魂不守舍的模样。婉清，刚刚我碰到秦泽了。他说他要先去上个洗手间，怕耽误时间，所以就先让我们进去。江以诚话说的情真意切，似乎真的得到了我的嘱托。楚婉清点了点头，跟着江以诚一块走了进去。门口围着的记者对这两人便是咔咔猛拍。江以诚为了营造舆论，还故意往楚婉清身边靠了靠。没过多久，门口忽然又传来了骚动，一点也不逊于当时两人进来的场景。楚婉清心里有些疑惑，静静地看着走进来的两人，笑得如沐春风的楚双宁还有秦泽。我身上穿着的那件西装是黑色，看上去犹如浑身贵气的翩翩公主。楚婉清目光中冷意弥漫，她送的那件礼服是白色的西装。难道秦泽是真的讨厌自己，才会放了鸽子，还跟楚双宁一起进来？大姐，你们来得这么早。江以诚看到我完好的站在这里，甚至穿上新的衣服，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江先生看到我站在这里，怎么这么惊讶？没有，就是看你们两个一起过来，有点惊讶。我回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楚双宁，笑了笑。多亏楚二小姐及时相救，不然我还在洗手间里出不来呢。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弄坏了洗手间的门锁，还剪坏了我的衣服。江以诚紧张地攥紧拳头，挤出了一丝笑容。那人确实是可恶。好了，晚会快要开始了，没事就行。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双宁小姐，我可以邀请你跳第一支舞吗？楚双宁含笑点头。当然可以，我很荣幸。两人到舞池中翩翩起舞，一举一动配合默契，在场的所有人都纷纷败下阵，更多的人选择驻足。这两个人也太般配吧，男帅女靓，实在是神仙眷侣。楚婉清看着他们的舞，觉得有些刺眼，心中的理智渐渐褪去。楚双宁跟他一点也不般配，江以诚也跃跃欲试。婉清，要不我们也去跳舞吧？江以诚早就准备好，就等着在今晚大放异彩。可楚婉清心情不愉快，根本没有精力跳舞。不去。说完便独自一人到角落的酒桌前喝酒。知道该怎么做吧？放心，一切都安排妥当。随后服务员径直地走向楚婉清。小姐，这是专门为您调制的鸡尾酒，希望你能品尝一下。楚婉清没多想，接过之后品尝起来。可没过多久，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热发烫，身体里充斥着一股热流。凭借着极强的敏锐力，她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下药了。江以诚跟了过来，看着婉清额角渐渐渗出汗珠。婉清，你这是怎么了？我没事，你走开。江以诚便顺势坐在了楚婉清的身边。你这是不是生病了？要不我带你去看医生吧。本来就被下了药，这样的触碰对楚婉清来说更是煎熬。为了避免出事，楚婉清站起身，无视江以诚的关心，直接坐电梯准备去总裁办公室。江以诚轻笑一声，也跟着上了楼。我跟楚双宁跳完一支舞，下意识寻找楚婉清的身影，却发现整个现场楚婉清和江以诚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找我姐吗？
我刚刚看江以诚搂着她上了楼，你要是想去，就跟着去看看吧。楚双宁赌我不会上去当所谓的电灯泡，这才敢放心的告诉我我不去。可是下一秒，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条消息来自楚婉清，只有简单的几个字：上楼来打印室。我直接息屏，眼不见心不烦。可是仔细想了想，又觉得有些不对劲。楚婉清根本就不是那种轻浮的人，怎么可能会在宴会当天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叹息一声，只能站起身往楼上赶去。楚婉清里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去总裁办公室，而是去了打印室。她坐在地上，浑身发软，用尽最后的力气发了一条消息给我。我赶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楚婉清隐忍的神情。没事吧？看样子像是被人下了特效的药，药效很强。饶是清醒无比的楚婉清，此时此刻都意识涣散。楚婉清淡淡嗯了一声，睁开眼睛，看到近在咫尺的我，忽然伸出了手，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楚婉清，你干嘛？我还没反应过来，楚婉清娇躯朝我贴过来，目光里灼灼燃烧着热烈的火焰。看着那越来越近的红唇，我直接翻身压住楚婉清。楚婉清，清醒一点。在我的压制下，楚婉清渐渐的睡去。别看身体小，力气竟然这么大。我站起身，冷冷瞥了熟睡的女人一眼，还趁着不清醒占我便宜。叫救护车太张扬，我拨了一通电话，叫了楚家的保镖，送楚婉清去医院。第二天，楚婉清睁开眼，首先看到的便是我，她美眸中皆是诧异。你在这里照顾我了一晚上。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嘲讽道：楚大小姐警惕心真差劲，还能被人下药。楚婉清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也就没法反驳。行了，既然你醒了，我就先回去了。我说完转身就要走，楚婉清忽然开了口：楚双宁对你很感兴趣。我挑了挑眉，所以呢，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楚双宁这个人喜欢跟我较真比较，非要争出个高下，所以我怕他接近你，只是因为我，而不是真的喜欢你。楚婉清把自己的心里的顾虑都说了出来。我听了这话，忽然坏笑了起来。这么说，楚大小姐对我有意思，所以楚双宁才要跟你争一下。被抓住了把柄的楚婉清忽然哽住，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开玩笑的。楚婉清又短暂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一起回了公司。江以诚事情败露，十分不满。两个人去哪儿待了一整晚？楚婉清还被下了药，他们该不会……越想越紧张，甚至开始用狠毒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江先生，你是不是很好奇我们昨晚干什么了？你们昨晚干什么了？你觉得呢？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当然是要发生一点别的事情了。江以诚听到我和楚婉清待了一整晚，气愤不已。我不再理会，便离开了。你觉得这件事幕后是谁指使的？楚婉清最后见的人是江以诚，但他始终不敢相信江以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你别管。我希望楚大小姐别用感情办事，人性是险恶的。说完这句，我直接离开，一直到晚上。饭桌上，三姐楚诗瑶随即开口：我明天要录制新歌的音乐影片，这是个相处的好机会啊！秦泽，明天你陪他一起去吧。这时楚佑熙开口道：爸，你让他去，那不是纯纯添乱的吗？楚佑熙经历上次的绑架事件，一直都觉得我是个麻烦。我听了这话，故意跟他唱反调。那好，我明天就去看他。楚佑熙气得半死，只能用刀子一样的眼神狠狠地看着我。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起身跟楚佑熙一起去拍摄地点。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首歌我昨晚听了，新歌是一首曲调温柔悠扬的小情歌，非常符合当下的审美。我只听了前奏就知道这首歌一定会大火。歌不错，如果最后的调调压低一些，唱得缠绵一点，可能会更好。他居然还懂歌。我看出了他的表情，浅浅笑了笑。好歹也是钢琴10级，音乐多多少少懂一点。到了拍摄地点，可是等了半天，男主角都没有出现。什么？你说男主被隔壁剧组挖走了？他奶奶的，这怎么行？对方经纪人直接就挂断了电话。导演愁得不行，这个男演员可是千挑万选的，现在选角估计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上哪儿去找帅气还具有青春校园风的男生？这该怎么办啊？楚诗瑶忽然走上前笑道：导演，我有个合适的人选。说完，他伸出手指指向一旁的我。啊，有没有搞错？我只是过来打酱油的。导演眼前一亮，好了，就是你了，放心，片酬不会少你的。我看在楚诗瑶的面子上也不好拒绝，凭借着我出色的外表和表演能力，很快便录制完毕。不错不错，这次 MV 一定能大火。这时楚诗瑶看向我，我有个提议，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录歌吧？新歌的男主是你，如果歌里有你的参与，可能会更好。楚诗瑶真诚的让人没法拒绝。我思考了一下，点头答应了。歌曲发布当天，这首名叫《甜茶》的歌一下子便火爆了全网，销量蹭蹭上涨，直接霸占销售榜首。这时就有人发现，男声旋律的某部分和《蒙面歌王》里神秘嘉宾演奏的钢琴伴奏有很高的相似度，他肯定是模仿抄袭。这条舆论一经发出，立刻铺天盖地的席卷在了每个评论区。看着舆论越闹越大，新歌的收听率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楚诗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直接来了楚氏集团找我商讨对策。我此时正在办公室跟楚婉清讨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挑了挑眉。所以他们说我是模仿那个神秘嘉宾。秦泽，这件事情挺严重的。楚婉清看到这样的情景，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等着我的下一步动作。这件事我来处理，
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新歌发布。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气定神闲的模样，楚世瑶莫名其妙的就极其信任这个男人。这时江以诚也推门而入。对了，听说世瑶合作的新歌出了问题，怎么回事啊？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江以诚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故作镇定的提议道：“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如去公开道歉吧，说不定可以获得大家的原谅。”公开，这个时候公开就是往坑里跳。先不说秦泽身败名裂，就连楚世瑶都要受到不小的影响。不想道歉，江以诚一下子就急了。秦泽，哪怕你自己不在意，景瑶可不能不在意啊！你要是还有点良知，就去社交平台道个歉，不然影响了楚世瑶的星途怎么办？放心，我不会连累别人。那你还有什么办法？模仿就是模仿，根本没办法更改的。我忽然来的兴致。那要是我有别的办法呢？江以诚自然不信，他早就调查过了。那位神秘嘉宾目前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总不可能秦泽就是吧？你还有什么办法？难道告诉公众你就是那个神秘嘉宾？你说出去谁会信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有钢琴10级的水准，说不定那个人就是我呢。此话一出，身边的楚世瑶直接惊呆。不要嘴硬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只会让你万劫不复。我懒得跟他计较这么多，拿出手机打开某博切换了账号。账号随着微博的突然更新，楚世瑶发现自己的关注在时隔1年突然发布了一条动态，动态只有5个字：秦泽就是我。一瞬间，整个热搜都沸腾了。这条被转发了几百万次。看吧，我就说了，秦泽就是神秘嘉宾，你们还不信？热搜的风头在短短1分钟迅速倒向另一边，新歌的收听率不降反升。江以诚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分外难看。秦泽怎么可能真的是？他紧紧握着拳，但还是只能强忍冲动，挤出一句话：这还真是皆大欢喜。我话锋一转，可是刚刚江先生那么指责我，怀疑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跟我道个歉？江以诚想骂一句，可是只能挤出笑容跟我道歉。秦泽，是我误会你了。没事，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以后少搞些小动作。本来是想来看我出糗的江以诚，现在是1分1秒都待不下去了。等江以诚离开以后，心态平稳过来的楚世瑶这才开了口：秦泽，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合作。我点了点头，含笑不语。楚世瑶去处理接下来的公关，先行离开，只剩下了楚婉清和我2个人。真是想不到你的身份还挺多。楚总说笑了。一定要这样说话吗？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客客气气、刻意跟他保持距离的模样，楚婉清心里不太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说？楚婉清顿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回到楚家后，2个人的氛围奇奇怪怪，就连楚家的人都发现了。楚佑熙看着自家大姐心情不好，便提议道：“听说有新的赛道，要不要一起去试试？”楚府听完笑道：“既然这样，那就带上秦泽一起吧。”楚佑熙撇撇嘴：“爸，他一个乡巴佬，又没坐过赛车，万一坐个赛车就吓得鬼哭狼嚎了怎么办？”随后，楚佑熙双眼冒出小星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遇到上次破大姐记录的那个男生，一定是个才貌双绝的小哥哥。见楚佑熙一脸崇拜，我淡定戳破幻想：“那个哥哥就是我。”楚佑熙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怎么可能是你？我不信！”我摊了摊手：“不信拉倒。你要是真的是，明天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让我见识一下你到底多厉害。”那如果我真的有实力呢？我以后就不叫你乡巴佬了，加了一个条件，以后叫我哥。一言为定，你要不是，你就滚出楚家。第2天，我们一起去死亡峡谷。楚佑熙平时最喜欢赛车，因此特别崇拜技术绝佳的楚婉清。要是技术不行，就别丢人，提前认输也来得及。我直接跨坐进了赛车里，扣好安全带，看好吧。随着车子发动，赛车像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楚佑熙刚开始还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完全程，整个人都惊掉了下巴。这也太厉害了吧！上次的我找人调查过了，就是秦泽。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楚佑熙早就没了当时的气焰。秦泽哥，你真厉害！我笑眯眯点了点头。真乖。楚婉清看着我自信的模样，忍不住开口道：“要不比一场？”我才不跟你比。泽哥，跟我姐比一下吧，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比我姐更厉害的。楚婉清勾唇一笑：“不会是怕了吧？”我心里的胜负欲一下子被激起。比就比，就这条新赛道，谁先回来谁就赢。2个人准备就绪，猛踩油门，车子直接飞驰出去。我显然比楚婉清技高一筹，但楚婉清胜在很稳，也就没有落多少下风。2个人保持着2米左右的距离。我轻笑，刚准备踩下油门加速，忽然脸色一变。楚婉清也注意到了，心里一紧：“你怎么了？”我看了油表，语气淡淡开口：“我刹车油一直在渗漏，随时会刹车失灵。现在速度很快，很可能在转弯时直接甩出去。”楚婉清看了一眼，赛车在不停的渗油。你先别急，等我。楚婉清踩了油门加速，往前前进了几米，和我齐头并进。只见楚婉清打开了另一侧车门，快点想办法跳过来。我一手控制方向盘，一手卸掉身上的安全带。做完这一切，我打开车门，站起身，猛地跳了过去。巨大的惯性让我直接摔在了楚婉清的怀里。我听到他闷哼了一声。楚婉清，你没事吧？楚婉清摇摇头，缓缓放慢了速度。那辆漏油的车猛地撞向一旁，车子在猛烈撞击下直接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楚佑熙早就听见了那声巨大的爆炸，焦虑不已。见到我们回来，连忙凑上去问：“怎么回事？刚刚我听到西南方传来一声爆炸，是车子爆炸了吗？”不知道怎么回事，
车子忽然没油了，你快派人去处理那辆报废的车。我垂眸思考了片刻，我觉得这是人为。楚婉清也这么认为。这里的车用完，每天都会做检查，不可能会突然出现漏油的情况。我们随即又去监控室，却发现昨天的监控突然消失了。这肯定是有人搞的鬼。为了避免再出现什么事故，我建议我们先回家。好，我先去一趟洗手间。洗手间内，我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帮我调查一下死亡峡谷门口的监控记录，排查这2天都有谁来过这里。随后我们回到楚家，我发现家里正在布置气球，仔细询问才知道明天就是楚佑熙成年生日。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准备去商场给苏小小挑个礼物。楚佑熙那么喜欢赛车，那就给他挑一套赛车服吧。来到赛车服专卖店里，这里有没有最珍藏版的赛车服？经理把店里最贵的赛车服拿了出来，我还没碰到，一只手直接伸过来拿走了赛车服。来者正是江以诚，这件衣服很不错，店员帮我包起来。江少爷，这件衣服是这位先生先看上的。江以诚才不管这些，直接板着一张脸。我都说了，我要这件衣服，你听不懂吗？可是什么？这个商场是我们江氏的，你要是不想干了，就直接滚蛋。我先来的，江先生不会要抢别人的东西吧？你先来的又怎么样？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江以诚勾起一丝冷笑，不管是这件衣服还是楚婉清，我都势在必得。不管是这件衣服还是楚婉清，我都势在必得。江先生一定要这件衣服吗？江以诚高傲地看着我。怎么？我家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如果你要是实在想要这件衣服，那我就拱手送给江先生。说完我就离开了。很快到了楚佑熙生日的那天，楚家还邀请了江以诚一起参加拆礼物环节。楚佑熙拆到江以诚那件，突然惊呼一声：“这件赛车服真好看，破费了，谢谢以诚哥哥。”江以诚笑了笑：“不要客气了，这个也不是很贵。”随后得意地看了一眼我，拆到我的礼物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盒子。江以诚一脸的得意：“秦泽，你这也太敷衍了吧！”楚佑熙拆开包装，看见里面是一个车钥匙，忽然捂着嘴惊喜喊道：“是我最喜欢的那辆车，全球仅此一辆，而且有价无市。泽哥，你好神奇，你怎么什么都有？”楚佑熙狂喜，对于他来说，这个礼物的分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礼物的重量。江以诚看着那件赛车服，突然觉得寒酸的其实是自己的礼物。看来江氏果然是财大气粗，连这个都看不上。江以诚羞愧的头都抬不起来，只能捏紧拳头。楚婉清的礼物压轴出场，楚佑熙对这个更加好奇。方方正正的盒子里放着一份资产转让合同。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死亡峡谷吗？今天你成年，从今天开始，它就是你的了。楚婉清的这个礼物也同样让人惊喜。很快生日结束了，管家，天色不早了，送江以诚回家。能不能让婉清跟我一起？我有话想单独跟他谈。楚婉清婉拒：“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还要处理公务，可能没有时间陪你。”是吗？那算了，我还是自己回去吧。江以诚尴尬地笑了笑，楚母顿时不乐意了。婉清，以诚都说了你送他回家，让你送你就送呗。可是吗？没有可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楚婉清无奈，只能送江以诚回家。路上，江以诚坐在后排，侧头看向楚婉清：“婉清，谢谢你送我。”不客气，公事公办。江以诚愣住了，咬紧牙关：“可是婉清，小时候你明明很喜欢我的，你经常牵我的手，让我带你去买好吃的，你都忘记了吗？”楚婉清抿了抿唇：“小时候不懂事，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可是我……”江以诚忽然扭过头，眼里充满了深情：“可是我喜欢你好久了，快10年了。”楚婉清美眸中划过一丝讶异：“婉清，我从见你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你了，从小到大我都喜欢你，难道你都看不出来吗？”江以诚的深情告白并没有让楚婉清动容，他的声音依旧很冰冷：“换一个人喜欢吧。”我不。江以诚忽然凑上前，试图去吻楚婉清，却被他一把推开。江以诚，我希望你可以清醒一点，我们之间不可能。楚婉清眼里蒙着寒意，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那以后就尽量不要联系了。很快到了江家，楚婉清毫不留情让司机直接返回楚家。江以诚看着车的背影，心里的恨意疯狂漫长。一定是因为秦泽那个乡巴佬，要不是因为他，婉清根本就不会对我这么冷淡。秦泽，你不得好死！随后，江以诚压下心中的怒火，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露出邪恶的笑容。楚婉清回到楚家已经很晚了，我下楼喝水，看到楚婉清风尘仆仆赶回来。楚婉清舍得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起床喝水啊，不然呢？你以为我在等你回来？楚婉清听我这样说话，心里越是堵得慌。早点休息，明天要跟合作方签订合同，到时候你陪我去。说完，楚婉清直接回了自己的卧室。合作方很注重时间，我起了大早，直接去了安排好的酒店。这次策划案的合作方是林氏集团，珠宝行业就独属林氏一家独大。林氏集团的副总林梦婷亲自来商讨合约，可是林梦婷看着合约，余光却不停地在我身上游走。这个合同我看了，写得不错，是这位秦先生的手笔吗？林梦婷笑得有些妩媚，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虽然反感，但是还是点头。是我写的，不过林副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们再一起商讨。而林婉婷伸出手朝我握来。秦先生之前的传闻我早已有所听闻，今日一见，果然才貌双绝。
不如我请你吃饭，我们单独聊一下合作的事情。楚婉清看着那女的手盖在我手上，目光瞬间一冷，她不动声色的将我往后拉了拉。林副总，有什么事情不如跟我商量。秦泽是我的未婚夫，他的所有想法我都清楚。我忽然瞪大了眼，谁是他未婚夫了？为了顺利把合同签下来，我也只能顺着楚婉清的话。林副总的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我怎么不知道楚总跟秦先生定下了婚约？迟早的事情。林梦婷不满的开口。如果楚总一定要这样让人不愉快，那我想我们的合同没有必要再继续了。说完这些话，林梦婷直接站起身，作势离开。突然，她停下脚步，冲我笑。如果秦先生愿意亲自来找我，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楚婉清冷着一张脸，不必了，林副总。只见林梦婷的脸色瞬变，不识抬举，我们林氏从此不会再跟楚氏开展任何合作。楚婉清冷冷一笑，我这就不麻烦林副总操心了。那我们就走着瞧。林副总，这可是我们昼夜不息写了整整1个星期，您现在就因为不开心就要推翻我们的合同吗？我们林氏不缺，这次的合同不就是赚几个钱，我们林氏不稀罕。说完这些话，林梦婷直接离开。我没想到楚婉清会突然站出来，刚准备反驳的话语全数咽了回去。楚婉清，你这算是在维护我吗？我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员工被人揩油。我知道他寡淡的性格，也就没有再多调侃他。那现在公司怎么办？林氏拒绝合作，楚氏在珠宝行业可是有巨大空缺，这对公司可是不小的麻烦。楚婉清若有所思，我早就准备了副方案，区区一个林氏还奈何不了我们。听到这话，我不禁有些好奇，什么方案？我决定跟国外的一家公司合作，虽然可能会贵一些，但是楚氏不差这点钱。为什么不和蓝翔合作？楚婉清顿了顿，蓝翔公司一向神秘，合作也是看心情。如果花时间约见蓝翔总裁，我突然出声打断。行了，这件事情我来搞定，保准明天就可以联系到蓝翔的总裁。楚婉清忽然目光深沉地看着我，而我自然有自己的想法。林氏和蓝翔势均力敌，在珠宝市场是强有力的竞争，而我们如果跟蓝翔合作，不仅可以扩充我们市场，还可以帮着蓝翔发展，顺便打压一下林氏，这种双赢的局面，蓝翔不会拒绝的。楚婉清想到我和顾梦琪的关系，也就没有拒绝。第二天，林氏和楚氏合作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开，本以为楚氏至少要经济低迷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楚氏突然就传出了要跟蓝翔合作的消息。我在背后推波助澜，让这个合作在2天内迅速定了下来。会议上，我清晰熟路讲解着自己的方案。我准备先预售一部分，如果反响不错，那么就可以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这次品牌代言人就选楚世瑶，他刚发布新专辑，人气很高。这时我忽然被叫进了总裁办公室，楚婉清看着我的脸，清冷的声音多了几分波澜。秦泽，刚刚的那些预售珠宝，在5分钟内迅速清空。我稍微感到诧异。真的吗？楚婉清点了点头。这次多亏你了，举手之劳而已。楚总不必放心上，之前有那么多超出常人的事我都能理解，现在居然又解决了蓝翔合同一事，这个男人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2个人处理完事情后回家比较晚，到家时已经是半夜1点，因为忙于工作都没有吃晚饭，我饿得肚子咕咕叫。楚婉清，我去下碗面，你要吃吗？楚婉清顿了一下，点头答应。没想到你居然会做饭，当然，你想不到的多了去了。突然，楚婉清的声音带着一丝审问：“秦泽，你到底还有多少身份？”我愣了一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楚婉清，你对我是不是很有好感？你最近对我未免也太在意了吧？哼。好奇，他是有些好奇，并且不止于好奇。这个男人好像有着独特的魔力，吸引着人情不自禁的靠近。我还没继续调侃他，楚静怡突然出现，看见我们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笑。大姐，清泽，你们怎么还不去睡觉？这话的意思太过于明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在说我们2个半夜调情。我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楚婉清起身离开后，只剩下了楚静怡和我2个人。你喜欢我大姐？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看着他说道：“你怎么也这么八卦？”清泽，我妈可是指明了要江以诚做我姐夫，你要是喜欢我大姐，那可没那么容易。我想做的事还没有办不到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知道了。回到卧室，我立刻打电话给了顾梦琪。这次的事情查到是谁做的吗？我已经查过了，上次在死亡峡谷的监控中查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江以诚，还有上次那些抹黑料的 IP 地址都是在江家，8成是江以诚搞的鬼。江以诚是吧？顾梦琪，明天把这些消息全部整合发布在网络上，我要让江以诚付出代价。好嘞，泽哥。第2天一大早，我刚一起床，就听到了楼下江以诚的声音。沙发上，江以诚信誓旦旦解释着：“楚伯母，这些真的都不是我做的，我是被冤枉的。”当我下楼后，四周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脸上。我见状，一脸无辜：“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楚母瞥了我一眼：“秦泽，是不是你诬陷以诚，故意在网络上网暴他？”我听完冷冷一笑：“我说怎么都看着我，原来是觉得我故意陷害他。”江以诚立即解释道：“秦泽，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江以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全部都被扒出来放在了网上，还好网上只说了这些事情是他做的，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趁着楚母对他还有好感，他立刻
可来到楚家，三言两句便让人觉得是我故意陷害他。江以诚，你说我陷害你，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陷害你？江以诚，你说我陷害你，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陷害你？江以诚抬眼看了一眼楚婉清，怯生生地说：“可能你喜欢婉清，所以不希望有我的存在吧？”我嘲讽地看着他。江以诚，你怎么把谁都想得跟你一样龌龊？可是除了你，还有谁会这样对我？我都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楚母皱起眉，清泽，你快点把这些热搜撤下去，跟大家解释清楚。他可不想让自己未来的女婿在这个时候背上黑点，以后还可能会影响楚家的声誉。我目光炯炯看着楚母，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事情确实是江以诚做的呢？楚母呵斥我，都说了，以诚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是一个好孩子，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连一旁的楚婉清也沉声开口，以诚他确实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你觉得我是会诬陷别人的人吗？楚母一个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只觉得他无理取闹。可是当楚婉清也跟着附和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心顿顿的疼。自始至终，我不过是一个外人，被远远隔离在楚家之外。他们之外，就连楚婉清也没有接纳过我。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把真正的证据放出来了。听到这话，江以诚一下愣住了。我做的几乎毫无破绽，他肯定是想吓我，让我不打自招。我将所有的证据全部都发布在了网络上。消息放出后，整个网络瞬间沸腾。这一次，江以诚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证实。江氏集团江以诚三番五次陷害我未果，这可以说是本年度最大的热点。江氏集团的股市瞬间暴跌。江以诚本以为这只是我对他的怀疑，可没想到我手里居然有确切的证据。这一次，他在外苦苦经营的形象全部烟消云散，他做的那些事情可能还要因此负法律责任。以诚，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反应最大的居然是楚母，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居然如此心狠手辣。死亡峡谷的陷害，在网上散布谣言，诬陷我抄袭模仿。江以诚，你做这么多事情，难道你不会心虚吗？江以诚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解释不清。对不起，我之前都是被迷了心智，是身边的朋友叫我这么做的，说是只有这样才能够留住婉清。对不起，我只是太爱婉清了，才会做出这种事，我知道错了。闻言，我心里毫无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你对楚婉清的爱，就是给她下药，然后生米煮成熟饭。江以诚愣愣地看着我，心底忽然涌上一丝不安。楚婉清面色一沉，上次的下药难道是你做的？此时此刻，他所有的解释都是狡辩。楚家所有人在看到那些证据以后，彻底偏向了我，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话。江以诚垂着头，心如死灰。我瞥了楚家众人一眼，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不要再来找我的麻烦了。说完，我转身要离开。这时，身后的楚母忽然叫住了我。楚母吞吞吐吐的开口：“我知道以诚他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但是他其实也只是太喜欢婉清。我替他跟你道歉，你能不能把网上的那些消息撤了，让他还能在人前做人？”所以他犯了错就是情有可原，我被诬陷连证据都没有，就要被赶出家门。清泽，算我求你了，可以吗？我冷冷地瞥了一眼江以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都是他咎由自取的。说完，我不再理会楚母的道歉，直接离开。我知道这场闹剧最后楚家还是会帮着江以诚摆平。看着网上关于江以诚的消息逐渐消失，我心里发寒。但是不管怎么说，江以诚的形象算是彻底崩塌，楚家对他也会产生芥蒂，这也算给安以诚的一个教训。我真的以为江以诚在自我反省时，可下午我下班准备自己回家，刚到地下车库，便感觉气氛有些诡异。下一秒，身后忽然冲出来了10几个彪形体壮的大汉，见到我直接冲上去想抓住我。我虽然身手不错，但毕竟不是这么多人的对手，我只能转身逃跑。就在我即将跑到车库门口的时候，一只脚忽然从旁边伸出，直接绊倒了我。身后的男人一拥而上，将我五花大绑了起来。绊倒我的人正是江以诚。秦泽啊，秦泽，我在这里蹲了你整整3天，终于让我等到你了。我告诉过你，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要是安分一点也就罢了，可是你偏要把我逼上绝境。江以诚冷笑，紧紧攥紧了拳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江以诚的拳头猛地朝我砸来，这记拳头用尽了力气。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我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婉清之前对我那么好，自从有了你，他连一丝笑都懒得施舍给我。江以诚几乎癫狂，看着我没有什么脾气的模样，他的心里就更加恼火。我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必须沉住气，不能轻易惹怒江以诚。江以诚撒完了气，心情愉悦不少，直接挥手让一旁的男人将我带走。我被蒙上眼，扔进了面包车里，车子一路颠簸，过了大约1-2个小时，才最终到达了一个荒远偏僻的地方。我心里一沉，江以诚做事还真是仔细，知道把我带到这种地方，可以预防我轻易逃跑。很快我就被扔进了一间破旧的屋子，3个人在屋外守着，屋内几个人轮流把守，我便被暂时困在了这。我被困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屋内几个人轮流把守。兄弟，有必要绑这么紧吗？反正你们这么多人，还怕我跑了？没有老大的允许，不能给他解开绳索。看到这方法行不通时，我仔细思考对策。我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我按动自己的戒指，
上面装有 GPS 信号，只要按动，顾梦琪便会立刻收到我的定位消息。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也在静静等待。到了晚上，楚婉清见我却迟迟不归，甚至没有了音讯，一下引起了警觉。她四处寻找无果，只能打给了顾梦琪。秦泽是跟你在一起吗？电话那头，顾梦琪有些焦虑。就在刚刚，他给我发送了他的地址，在城南的一个废弃小屋，很有可能被绑架了。楚婉清听到绑架2个字，眼神一冷。我现在赶过去，你去报警，然后我们在城南会合。好，我把确切的地址发给你。2个人分头行动，顾梦琪去报警，楚婉清则是驾车朝城南赶过去。等楚婉清赶到的时候，那个废弃小屋门口把守着2个人，屋内隐约看不清楚。你们在这待命，听到有什么动静再行动。这怎么能行？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您，您要是有什么闪失，我们罪过可就大了。这是命令，不是商量。人多眼杂，你们在这待命就行了。保镖见状，只能待在原地。楚婉清根据准确的定位绕到房子后面，透过窗户看到我被绑在椅子上，屋内的人都睡着了。心下拿定了主意，由于年久失修，窗户轻而易举就被撬开。他翻身进去，轻轻来到了我的身边。是谁？余书焕。他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楚婉清此时也来不及跟我解释太多，绳索系得太紧，他只能从地上捡起一块尖锐的石头，把绳子磨断。几分钟后，绳子解开，我们来到窗户边，跳窗逃跑。因为不小心碰到窗户边发出咯吱声响，惊醒了屋内的人。不好，他们要跑，你去叫人，我去追。突然，楚婉清由于出门太快，还穿着高跟鞋，一下子崴到了脚。你别管我，你先走。我扶着楚婉清，犀利的眼神向反方向望去，见追来的人不多，我直接推开楚婉清，向绑匪冲去。楚婉清见状，瞬间吓出了冷汗。秦泽，你要干嘛？待在这别动。转身时，第一根钢管已劈到面门，侧身躲过的瞬间，秦泽一脚踹出，绑匪肋骨的闷响，200斤的壮汉竟凌空飞出3米，身后的小弟纷纷傻眼，就连楚婉清也是十分震惊。他没想到秦泽竟然还有这样的身手。伴随着几声惨叫，绑匪们纷纷倒地，痛苦不已。但没过多久，一群绑匪向这个方向赶来，我扶着楚婉清继续跑，身后的呼叫声越发清晰。你快走，不要管我。这个时候能走一个是一个。对方人数众多，就连我或许也不是对手。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心里泛起了涟漪。楚婉清，我是不会丢下你的，就算他们追上，以你大小姐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动你。2个人实在是跑不了多远。正当我做好了2个人都被抓走的最坏结果时，一阵警笛声刺破天际，穷追不舍的人一下子变了脸色，当下就要逃跑。顾梦琪带着警察匆匆赶来，将这些人抓捕。秦泽，你没事吧？顾梦琪下意识开了口。我没事，他扭到脚了，我准备带他去医院。顾梦琪知道自己待在这里也不太合适，也是顺应着点了点头，跟着警察一起去处置这些绑匪。我带着楚婉清去了医院，楚静怡正好在值夜班，看到我们略显狼狈，忍不住问道：你们这是怎么了？秦泽被绑架了，刚救出来。闻言，楚静怡皱眉：绑架怎么没有通知家里？没必要让爸妈担心，反而更容易乱。他扭到脚了，你帮他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伤口，楚静怡被护士叫走，我坐在楚婉清的病床前。这次是谁绑架的你？问我干什么？你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楚婉清一愣，看着我的眼睛。对不起，之前确实是对他有些偏见，过于坚信自己的感觉，对江以诚存在了一丝偏心。我看着一向高傲的楚婉清主动低头，也就不好意思再继续刁难他。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但这次确实是江以诚干的。楚婉清眼神一冷：真的是他？我点点头。他在地下车库等了我3天，让一群人绑架我，殴打我。楚婉清听到殴打2个字，周身的气息一下子变得凌厉，是该给他一个教训了。我没想到楚婉清居然会站在我这边。突然电话铃声响起，顾梦琪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泽哥，那几个人已经招了，是江以诚在背后指使的，警察已经去江家了，估计今晚就能把江以诚抓捕归案。挂断电话，我微微闭上眼，有些疲惫，看到我眼底的黑眼圈，楚婉清心里微动。今晚你就陪我在医院休息吧，伯父那边我会说清楚的，放心。经过绑架风波后，楚婉清伤势也好转了。江以诚连夜被警察带走的新闻一下上了热搜，我不再关注这件事，专心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工作上。现在正是找珠宝代言人的时候了，楚诗瑶就是最好的人选。回到楚家，我提起了这件事，楚诗瑶当下便答应了下来。可是这2款珠宝不是情侣款吗？我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单调？楚诗瑶突然露出了一丝魅惑的笑。要不秦泽你跟我一起拍？的确，珠宝确实是情侣款。如果要是能够找一对俊男靓女一起拍摄，可能更容易获得曝光度。我愣住了，在心里仔细思考可行性。一旁的楚婉清忽然开口：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性？一定要秦泽亲自去上吗？姐，你干嘛这么小气？秦泽又不是你的私有物。再说了，秦泽外形连导演都夸不错，还跟我商量着挖他进剧组呢。楚诗瑶笑得眉眼弯弯看着我，眼中尽是深情。秦泽平时工作忙，没必要。上次我和楚诗瑶一起合作 MV， 楚婉清在评论区看到了神仙眷侣的形容词，听着就觉得刺耳。算了，我不问你了。说完转过头问我：秦泽，
你愿意跟我一起拍摄广告吗？我有些头疼，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男明星，我再亲自去。楚婉清的脸色一下子耷拉了下来，可是她没有明说，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我，便离开了。我被看得莫名其妙。刚到公司，我还没坐下来，秘书抱着一叠文件便走了过来。秦先生，总裁说了，这些东西你3天之内都要全部做完。这么厚的一叠文件3天做完，楚婉清故意的吧？但是我却找不到理由拒绝。我认命的接下文件，开始专心致志的工作。可谁知接下来几天，楚婉清都想方设法的给我安排工作。我觉得自己忙得就像个陀螺，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会儿，新的任务便会立刻下达。难道楚婉清不想让我去拍摄广告？想到这一点，我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幼稚。几天后，楚世瑶还是找上了公司。这几天我可是把所有有档期的男明星都约了一遍，不是形象不符合，就是人家不愿意接。现在是真的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了。楚婉清冷着一张脸，这个广告也不是非拍不可。姐怎么能这样？都已经说好的事情，自然不能耍赖。广告费我还是会给你，但是这个广告不用拍了。这时，我刚敲开办公室的门，便听到了2个人的对话。秦泽，你来了。这次合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上次答应过我的，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要跟我一起拍摄。我抽了抽嘴角，看着一旁板着脸的楚婉清，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姐这边你不用担心，她已经同意你跟我去拍摄了。楚婉清冷冷道：“我可没说。”既然这样的话，要不我去试试。楚氏如果想要成功进军珠宝界，并且打响第一战，依靠明星的带货能力，那么迅速火热起来不是什么问题。我不想轻易放弃这个计划，毕竟也是为了楚氏，这个方案还是很靠谱的。楚婉清没有说话，许久嗯了一声，算是同意。有了楚婉清的认同，拍摄地点在一个户外的大草坪上。楚婉清专门过来监管，美其名曰是怕我们出什么岔子，所以过来照看着。拍摄过程中难免会有亲密的举动，我和楚世瑶沉浸在氛围里，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楚婉清脸色越发铁青。第一场拍完，楚婉清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拍得真不错。”我被惊到，猛地回头，看到楚婉清站在一边。你怎么来了？我作为楚氏的总裁，楚氏进行的任何活动我都会关注，包括拍摄广告。姐，你居然也会过来看这种无聊的东西，不行吗？听了这话，楚世瑶忍不住笑出声。之前也不少给楚氏拍广告，怎么叫你都不愿意来，现在居然也会过来，真是稀客。他忽然眯起眼，好奇道：“你不会是为了秦泽过来的吧？”想不到啊，你居然也有沦陷男人的一天。楚世瑶，你的话有点多。楚世瑶突然挽着我的胳膊，秦泽可是我先看上的，这次你可不能跟我抢。眼看着2个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尴尬，我找了个借口落荒而逃。我去了附近的公共洗手间，刚一进去便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许久未见的刘杰。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秦泽。刘主管过得还好吗？找到新工作了吗？刘杰听到这话，心脏瞬间被刺痛。秦泽，别以为你让我离开楚氏，我就爬不起来。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我眼皮都不抬一下，随你。看着我这般目中无人，刘杰忽然生出了一丝勇气，他大步上前，伸出手朝我脸上挥来。我手速更快，一把攥住了刘杰的手腕。刘杰，你还想动手？刘杰，你还想动手？刘杰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就是要动手，秦泽，你让我过得这么痛苦，我一定要加倍奉还给你。刘杰还想上前打我，被我猛地一脚向后跌去，头狠狠撞在了后面的厕所门上。剧烈的疼痛让他有了一丝慌乱，看着血迹顺着脖子流了下来。刘杰慌乱，他摸出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报警。秦泽，你故意伤人，等着坐牢吧。我沉默不语，静静看着他气急败坏。警车很快到了，带走了我和刘杰。刘杰头部受伤，先去医院包扎了一下，又跟着一起去警察局做笔录。楚婉清和楚世瑶在外面等我回来拍摄，突然收到了我被警察带走的消息，2个人的气息瞬间冷了下来，也朝警察局赶去。警察局里，我和刘杰坐在一边，警官见我们都不说话，怎么回事？我没有说话，一旁的刘杰立刻开口：“警官，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莫名其妙被推，还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一定要好好的惩罚这个人。”警官看他头上受了那么重的伤，然后又扭过头问我：“秦先生，刘先生说的话是否属实？你是不是对他有怀恨之心，才会故意伸手推他？”我这是正当防卫。卫生间没有监控，哪怕我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也奈何不了我。想到这儿，刘杰的胆子更大了一些。秦泽，你要是早点承认故意伤人，我还能让法官给你少判几年。但是你要是还这么嘴硬，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警官跟着皱起了眉，看了我一眼，如实招供。我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话，我这是正当防卫。刘杰禁不住提高了音量：“警官，不用再审了，这个人的嘴这么严，直接把他关起来就好了。”我轻笑一声：“那我要是有证据呢？”刘杰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今天要是能把证据拿出来，我就跟着你信。”他自然不相信我会有什么证据，一定是想给自己拖延一点时间。我慢悠悠地开了口：“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刘杰骄傲地扬起下巴，看着我。我从怀里摸出了手机，打开播放器，顿时刘杰那盛气凌人的声音便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就是要动手，我一定要加倍奉还给你。除了说话的声音，还伴随着吵闹声，怎么听都是刘杰故意伤害在先。警官，我想这些话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并不是我故意伤害刘先生，而是刘先生动手在先，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我的声音依旧平淡，听到这些录音，刘杰的脸色更加苍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知道我要动手，还提前打开了录音设备？你就是故意激怒我，想趁机录下来，然后陷害我。没办法，最近遇到的小人太多了，不留点心眼不行。刘杰心里瞬间明了，看一下我的目光，顿时带上了一丝阴狠。刚刚刘先生说的什么跟我姓氏吧，倒也不用了，我还嫌脏了这个姓。说完，我转过身冲警官笑了笑。警官，我相信您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警官为自己刚刚怀疑我感到了一丝歉意。秦先生，对不起，刚刚误会您了。我摆了摆手，没事。不过警官准备怎么处置刘先生？按照规定，故意伤人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具体判刑就要看秦先生是否愿意上诉。我挑了挑眉，所以是看我的意愿了。刘杰听了这话，心里一凉，扯住了我的衣袖。秦泽哥，求你放过我吧，我还年轻，不能去坐牢啊！刘先生，你冷静一点。此时刘杰是真的慌了。我知道我之前是很混蛋，也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些我都愿意补偿你，但是求求你不要上诉，我不想坐牢，求求你了。前一味的忍让，换来的只是越发猖狂。这些话你还是留着在牢里好好反省一下吧。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善茬，特别是在被欺负之后，更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恶人。刘杰看着我决绝的眼神，他瘫坐在地上，忽然失声痛哭起来。秦先生，今天误会您了，现在我让人送您回去。没关系，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一出门，楚婉清和楚诗瑶便焦急地赶了过来，见到我毫发无伤，楚婉清松了口气，而楚诗瑶直接上前挽住我的胳膊。秦泽，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就是遇到刘杰了，他想陷害我，但是把自己做没了。刘杰那个人我也听说了，不是什么好惹的主，你能让他吃瘪，泽哥真厉害。楚婉清知道我聪明，一定能自保，但是提起刘杰，她还是忍不住皱了眉。他不是早就被赶走了吗？楚婉清在刘杰离开当天放出通知，不允许任何一家公司录用他，否则就是与楚氏为敌。没想到这个人还没有死心，居然还在这个城市。楚诗瑶见我没什么事情，也就放心。那这样的话，今天的拍摄活动就先暂停吧，等改天我们找时间再拍。我摇摇头，你作为明星，平时的档期都是排满的，我可不能因为这个再耽误时间。好了，该接回去，说不定还能在天黑之前全部拍完。经历刘杰报警一事后，我们又连忙赶回了拍摄地点，继续接下来的拍摄。3天后，广告正式播出，仅仅播放的第1个小时里，销售量便瞬间提高了30%，足以看出楚诗瑶背后强大的粉丝量。网上的 CP 粉磕的也是如火如荼，他们在我们的官方账号下疯狂评论，希望2个人可以由着婚约顺理成章的在一起。秦泽和楚家有婚约，还和楚诗瑶这么般配，肯定要嫁给楚诗瑶啊！你看这个广告简直不要太配好不好？在一起。这些评论我看到觉得正常，也就没有在意。但是楚婉清心里极其不舒服，整整1天她都没有跟我说话。到了晚上，我加班回家晚了一些，刚打开门，一阵酒气铺天盖地传了过来。酒气的来源竟然是楚婉清。我看着在昏暗灯光下眼神冰冷的楚婉清，心里一下子乱了半拍。怎么了？秦泽，你是不是喜欢楚诗瑶？我听了这个问题，没忍住挑了挑眉。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喜欢楚诗瑶？不喜欢楚诗瑶，你怎么会愿意陪她一起拍广告？对她的喜欢不拒绝？他说话带着一丝情绪波动，我用手抵着他的肩膀。楚婉清，你喝醉了。我没有喝醉，我是想提醒你不要跟楚诗瑶走得太近，上次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个月前，我被私生饭绑架在卫生间。谢谢你提醒我，不过我对楚诗瑶确实没什么兴趣。我微微一笑，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我就先回去睡觉了。我有些想逃离的冲动。楚婉清没有出声，算是默许。晚安，早点休息。我丢下这句话，麻溜地回了自己的房间。第2天去公司，楚婉清没有像以往一样叫我去办公室商讨新的季度方案，我感觉有些奇怪。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不远处的桌位上传来了一声惊呼：“救命！我的电脑出问题了！”我投过去了怀疑的目光，下一秒，整个策划部的电脑都跟着黑屏。与此同时，整个屋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我刚做好的方案还没来得及保存，就黑屏了。见策划部都跟着抱怨，我站起身清了清嗓：“好了，都安静下来。”这让人怎么冷静啊？这时，一个女孩开口：“什么？泽哥的电脑没事？”众人循着目光看过来，我的电脑正在平稳运转，一点事情都没有。泽哥，我们所有人的电脑都坏了，怎么只有你的电脑没事啊？难道……虽然那个女孩没有说完，但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她的意思是我在背后动了点手脚。此话一出，连其他人都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你什么意思？
这个叫夏琳的女孩，之前江以诚来的时候，属她跟江以诚关系最好。他努力扬起下巴，表示自己的镇定。陈哥，我可没有说你坏话，我就是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罢了。如果不是你，那你就证明一下呀，威胁下属算什么？我收回目光，转过身问其他人：需要证明吗？有个男人慢吞吞地开了口：泽哥，我觉得以你的为人，自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怎么不会啊？谁不想自己的业绩公司最好？这样不是可以直接打败其他人抢尽风头吗？我听了这话，忽然明白了什么。夏小姐，听你这么说，这件事情你比我都了解动机啊。夏琳脸色一白：我可没有，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的电脑可是第一个坏掉的，而且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案才做一半，这一下全白做了。我挑眉看着他问道：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电脑吗？当然可以，随便看，反正已经是坏掉了的电脑，没有什么不能给人看的。这个电脑我可是特地种植了极其难以破解的病毒，我就不信它还能把一个坏掉的电脑重新活过来。到时候不要后悔。我上前检查了一下他的电脑，发现是中了一款叫坤坤的病毒。坤坤病毒臭名昭著，极难破解。我在电脑上飞快地敲着代码，一串又一串看不懂的英文字母和数学符号飘过，看得人眼花缭乱。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破开了这个病毒。电脑恢复的一瞬间，所有人都看到屏幕上赫然停留着还没有完成的创作一只小青蛙。原来你口中的创作方案就是这个小青蛙呀。夏琳还在狡辩，说不定是电脑入侵把我的创作方案改成了这样。看着周围怀疑的目光都朝他看了过来，他红着脸继续解释：我真的有创作方案，不信我给你们看我的备份。夏琳过于紧张，直接说漏了嘴，表明了自己有备份。我直接戳破了他的谎言。夏小姐还真的是神了，徐玉良未卜先知，知道电脑要中病毒，所以提前留个备份。之前是谁说的全白做？夏琳见自己再也装不下去，于是面目狰狞地吼道：就是我下的病毒，怎么样？要不是因为你，等刘杰晋升，这个主管的位置本来就是轮到我的。我在公司里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凭什么让你一个新人坐享其成？我不服。我目光一冷，因为这个你就下黑手，黑了所有人的电脑，嫁祸给我是吗？你心术不正，不仅做不到主管的位置，而且你工作也保不住。我眼神一扫，直接看向一旁员工，告诉楚总，这里有个危害公司安全的人，让他过来一趟。告诉楚总，这里有个危害公司安全的人，让他过来一趟。夏琳听说要闹到总裁那里，忽然一下没了气焰，整个人都变得越发颓丧。楚婉清赶过来的时候，我坐在位置上，饶有趣味地看着眼前的一出戏，而夏琳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很是狼狈。楚总，您的老员工想陷害我，结果被发现了，您说这该怎么处置？楚婉清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我都知道了，按照公司规定，把夏琳清理出去。夏琳哭着扑过来，抱住楚婉清的大腿。楚总，求求您不要让我走，我在公司待了这么久，我不想离开公司，求求您了，放过我这一次吧。我给你1秒钟放开，不然就不是滚出公司那么简单。夏琳知道楚婉清的手段，慌张地松了手。这场闹剧以夏莲自己灰溜溜离开公司结束。结束后，我看着周围的同事笑道：大家的电脑不要担心，现在我帮大家恢复一下。四周的同事都惊掉了下巴。泽哥，你也太神了吧，居然还会破解电脑病毒。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吗？我微微一笑，我在我的电脑上重新创造一个代码，传输到你们电脑上就可以了，大家不要担心。陈哥，你是在哪儿学的这个技术呀？感觉好酷。周围的同事纷纷围了过来，满脸惊叹。秦泽就像个黑客一样，我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没什么，不过都是皮毛罢了，没什么厉害的。这边的我被众星捧月的围着。楚婉清看着眼前的景象，莫名其妙的觉得有些刺眼。都不工作了是吗？现在谁还没有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都扣1个月工资。闻言，周围的男同事都缩了缩脖子。珊珊回到自己位置上办公，我看着她冷冽的模样，若有所思的笑。怎么吃醋了？楚婉清瞥我一眼，眼眸中有了一丝波动。你居然是个黑客？楚婉清觉得能够轻而易举的修复电脑病毒，还能恢复到原来一模一样的状态，这一定是顶级的黑客才能做到的。还好之前学习了编程，这种程度不难。马上开高管会，公司的高层都会到，你可以过来学习一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楚婉清就离开了。会议上，楚婉清商讨着下一阶段的合作计划。这一阶段，我准备稳固低端珠宝，然后投入大量资金朝高端珠宝发展。我听完，眼神一亮，心里对楚婉清的策划水平又认可了不少。我觉得不行。安静的会议室里突然传出来了一声质疑。楚婉清抬头看着不远处的男人，目光冷了下来。那你有什么想法？我也把目光移了过去，是公司人事部的主管夏志阳，平日里就高高在上，如今更是傲慢无礼。总裁，现在我们的低端产品还没有稳固，而且眼下低端产品卖得这么好，如果贸然发展高端产品，要是发展惨淡或者亏本了，您说这样的责任由谁来担？夏志阳咄咄逼人，说出的话显然毫不客气。楚婉清继续说：不会亏本，一味发展低端产品，
只会产生审美疲劳，并且局限于此，失去往高端发展的最好机会。夏志阳就好像听不进去一般，声音尖锐。总裁，反正我不同意，不如你问问大家，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想法。还有人有疑问吗？其中一个主管声音小小，带着一丝为难。总裁，我觉得夏主管说的对，万一真的亏本了，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承担不起。其余的人都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楚婉清面对质疑表情也有些怔住，看着没有任何一个举手赞同。楚婉清也有些不知所措。那我来给大家讲述一下楚总的看法吧。夏志阳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管事，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秦泽，我知道你站在总裁那边，但是你要是盲目帮助总裁，那岂不是置我们于不义之地？我毫不在意，继续说道。如果一味的只做低端产品的品质是无法提升一个档次，而我们需要的就是质变，需要让我们的产品能被更多人知晓。珠宝本身就是一个奢侈品牌，它的消费者不仅是人民大众。于是我默契看着楚婉清，楚婉清也是反应过来，接下了我的话。没错，至于平价珠宝，他们自然不屑于佩戴，那么就只能发展高端产品来吸引消费者，增加购买力。还不错嘛。跟楚婉清竟能如此默契，有点道理，但是不多。秦泽，谁知道你这些话是不是随口凑的？我盯着他冷淡回答：我在国外修的便是市场营销，而且稳居专业第1名，其余的话不需要我多说了吧？夏志阳被噎住了，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你看其他人还有疑问吗？说完，我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看着他们羞愧的低下头。楚婉清的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惊艳。那就这么说定了，这次多亏了秦泽的解围。会议结束，大家纷纷散去。夏志阳缓缓踱步到我身边。秦总监，我有些话想跟你聊聊。我勾起礼貌的笑。夏主管，但说无妨。你跟总裁究竟是什么关系？我跟总裁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啊。难道夏主管有别的看法？夏志阳忽然露出了一丝拉拢讨好的笑容。秦总监，有些话我不得不说。总裁这个人平日里严厉苛刻，你跟着他应该受了不少苦吧？不如……我挑了挑眉。看来夏主管醉翁之意不在酒。秦总监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夏某人的意思。希望秦总监能够好好考虑一下，不要让夏某人失望才是。这么说，夏主管是想拉拢我了？夏志阳哈哈大笑。秦总监果然让我很是欣赏。说完这句话，夏志阳捏着自己的名片缓缓推到我的面前。我很钦佩秦总监的能力，觉得你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总监。秦总监难道就不想被尊称一声副总吗？夏志阳走后，我一个人默默思考。秦副总，看来这个夏志阳的野心还真不小，已经开始觊觎总裁的位置了。晚上回到家，家里其余的人都已经睡了，只有楚婉清一个人在客厅看文件。我顺势坐在楚婉清身边。在看什么呢？楚婉清并没有理会，而是直接换了个话题。今天夏志阳找你，跟你说了什么？你觉得他找我干嘛？楚婉清瞥了我一眼，拉拢你。我撇了撇嘴，真没意思。看来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楚婉清没有在乎我这个反应，沉声问道：那你准备怎么办？我看着他的眼睛，饶有趣味。当然是答应了他了，他可是许诺我让我做副总了，这么丰厚的交易，傻子才会拒绝。楚婉清顿了顿，那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不怕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楚婉清这个时候脑子就不好使了。楚婉清愣住了，仿佛知道了我的目的。展开说说。我先答应跟他合作收集证据，你在公司把他的人换掉，到时候直接一网打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顿时哈哈大笑。原来你也发现了，公司里的很多人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还以为你只会工作，根本不认人呢。夏总管利用人事职务招进来很多自己人，这样下去，整个公司都将站在他那边。楚婉清瞥了我一眼，说好了，快点休息吧，接下来几天又是一场恶战。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朝楼上走去。身后的楚婉清突然开口唤我，我顿了顿，转过身。怎么？你真的很特别，这个男人好像在什么领域都格外擅长，让人捉摸不透，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他会给你创造什么惊喜。你这样说，我会以为你爱上我了。楚婉清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想太多。看着楚婉清变脸如此之快，我忍不住笑意，转身回了房间。楚婉清看着他的背影，目光渐渐幽深起来。第二天上午，我在楚婉清的办公室，两个人本来相安无事的商讨方案，我忽然提高了音量。我都说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你为什么不能听懂我说的话呢？我也得告诉你，你不过是一个策划总监，还没有权利干涉我。总裁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真是好笑。大不了我不干了，谁愿意待在这里受你的气？砰的一声，杯子被猛地摔在了地上，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声音。公司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愿意干就干，不干就给我滚出公司。公司少了你一个也会赚。大家都瑟瑟发抖，不敢说话。我本来还想再摔一个，可是被楚婉清止住。一个就够了，吵得太凶，反而会引起夏志阳的怀疑。我笑着点头，还是你想的周到。过了一会儿，我拿着文件走出去，把门甩出巨响。顿时，我和楚总闹翻的事情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夏志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回到位置上，便打电话给了夏志阳。我愿意跟你合作，前提是你必须答应事成之后给我副总的位置。本来就是想直接答应的，可是要是不带一点目的，可能会引起夏志阳的怀疑。夏志阳听完，喜笑颜开。秦总监，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有你这种高材生的辅佐下，拿下楚
处事，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吗？合作达成后，夏志阳开始动手，在财务方面搞了一些小动作，营造出了一种财务出现巨大缺口的惨淡现象。楚婉清和我都看在眼里，没有出手制止，静静看着他搞破坏，并且留下了他的证据。第二次开会，夏志阳直接把财务报告摔在桌子上，冷笑道：“楚总，这个季度的财务报告你看了吗？”楚婉清没有一丝波动。有什么问题？这个季度公司亏了1个亿，你知道1个亿是什么概念吗？总裁，我很早就告诉你，不要随便发展高端产品，这下好了，公司亏欠了这么多钱，你说怎么办？我附和道：“确实应该有个交代。”秦总监，当时你也是赞同这个想法的。我摊了摊手，我只是提建议，最终决定权还是楚总您。夏志阳听完更是得意，我觉得总裁以你现在的水平，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公司的事情了，不如您还是早早退位。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开公司董事会来选拔新一任总裁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公司应该交给你来管？夏某人自然不是这个意思，不如看看其余人怎么说吧。夏志阳看了看周围的同事，笑道：“大家觉得总裁是不是应该让给别人来？”当四周寂静，无人说话，夏志阳感觉有些不对劲，又问了一遍：“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开公司董事会来选拔新一任总裁。”回答他的依旧是一片寂静。我缓缓站起身，一脸笑意：“夏主管，说完了吧？不如听我说两句。”夏主管，说完了吧？不如听我说两句。夏志阳心里一慌，感觉有些不妙。夏主管，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现在应该是在怀疑为什么买通好的同事没有按照你的预想来反驳楚总，是吧？夏志阳脸色微变：“秦总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冷冷一笑：“夏主管，我什么意思？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夏志阳有些慌乱，开始口不择言：“你是信口雌黄。”我将文件和照片从档案袋里拿出，啪的一声丢在桌子上。夏志阳进入财务系统的后台数据，以及他挪用公款的具体金额。夏主管还有什么好说的？夏志阳脸色格外苍白，看到这些证据，眼底的恐惧渐渐扩散。这些都是伪造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有害公司的事情？你不要污蔑我！我并不理会他的反抗，眉眼一抬：“那夏主管就去跟警察好好聊聊吧。”夏志阳听到警察2个字，撒腿要跑，却在门口被及时赶到警察扣了下来。夏志阳目光凶狠，眼里的怒火熊熊燃烧：“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夏志阳被拖走后，楚婉清把目光移在了我脸上：“夏志阳没这么容易打倒。”你的意思是夏志阳还要闹事？可是他不是已经被送进警察局了吗？楚婉清没有说话，仔细回想夏志阳最后临走前的那个眼神，他应该还有别的后招。就在这时，楚双宁走了进来。今年一共有100人参加面试，笔试刷下去了80个，还有20个人在面试时等待。你看你什么时候过去？本来这些应该是夏志阳负责，招新只能由楚婉清亲自来做。我愣了愣，好像确实到了1年1度的招新日。楚双宁看到我也在，忍不住打趣道：“你们2个这是天天腻在一起，也不嫌累啊？我看秦泽也不用跟我们几个相处，直接娶你楚婉清得了。”楚婉清眸光泛着寒意：“你话有些多了。”楚双宁觉得无趣，耸耸肩，转身对着我劝道：“你看楚婉清脾气就是这样，你要是真的跟她在一起，以后被欺负了，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不用你操心。楚双宁难过的撇撇嘴：“秦泽，我这是为你好，真的是太让我难过了。”楚双宁再也装不下去，灰溜溜的走了。我要去面试了，你要跟我一起吗？你确定让我去？楚婉清站起身便朝外走。我是觉得你的眼光可能不错，你要是愿意就一起过来，不愿意就算了。听了这话，我笑了笑。面试现场就设在公司2楼，外面有10-20个人在等待，都是些初入职场的新人。陆陆续续面试了几个人，楚婉清显然都不太满意，眉头一直都没有松开过。中场休息了片刻，我疑惑地问他：“楚总会不会是你太严苛了？我感觉有几个人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不行，刚刚面试的那几个人，要么没有经验，要么说话结结巴巴，要么过于狂妄自大。公司里进来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就不要，没必要拿这些人充数。下一个进来的人是长相帅气的男生，那个男生一进来，我明显的感觉出来楚婉清的身子似乎突然变得僵硬了起来。我小声调侃：“怎么了？看帅哥看呆了？”不料楚婉清忽然恢复了过来，抬起头问：“你为什么突然回来了？”我一愣，原来是熟人。男生笑了笑，语气淡淡开口：“楚总，这似乎是跟面试无关的话吧？我觉得你还是问我一些跟面试有关的问题比较好。”楚婉清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来公司面试的，告诉我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男生微笑的看着他：“我这次回来自然是替凡哥看看你啊，你说是吧，嫂子？”听到嫂子2个字，楚婉清明显气息乱了半拍。我不是你嫂子，别这样称呼我。行，你看你这样似乎已经把凡哥忘掉了，那我就不在这里耽误时间了。楚婉清没有说话，但是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冷静。我走了，我会告诉凡哥，让他忘了你。说完，男生站起身准备离开，却被楚婉清一把叫住。宋景年，我跟你哥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以后都只是陌生人。宋景年冷笑：“陌生人算凡哥瞎了眼。”
说完，他就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我就算不知道前因后果，听了这些话，心里也明白了七七八八。这个宋锦年八成就是楚婉清喜欢的人的弟弟。楚婉清可能因为一些不可抗力跟他分手，两个人心里一直都留着对方的位置。看到一向都是冷静自持的楚婉清一下子变得失控，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嘴上说着是陌生人，可是行为举止还是流露出几分在意。楚婉清，你没事吧？楚婉清清冷的眸子里有着一丝不为人知的伤痛。后面的面试暂时取消，先回去吧。我愣愣地看着楚婉清，点了点头。好好的面试，因为这个叫宋景言的男生闹得不欢而散。下午下班，我回家回得早，家里只有楚静怡一个人。你怎么在这里？我今天调休，可以休息一天。我点点头，刚准备转身回房间，可是脚步还是下意识顿住。楚静怡，我有些事情想问你。你说。楚婉清，她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男朋友？楚静怡对这个问题有一丝讶异，但还是耐心问询。怎么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楚静怡。楚婉清之前确实有一个男朋友叫宋慕凡，宋景年是宋慕凡的弟弟。那他们为什么分手？楚静怡左右看了一眼，这才压低了嗓音。因为宋慕凡有自己要追求的梦想，他不想局限在国内，而楚婉清不愿意让他离自己那么远。分手是宋慕凡提的，但是楚婉清这么多年也没有再找过其他人。我明白了前因后果。那这么说，楚婉清当时很喜欢这个男生，对吗？楚静怡笑了笑，当然喜欢，如果不喜欢，怎么可能会这么久都不再谈恋爱？楚静怡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样，笑着安抚道：我知道你可能对楚婉清有些感情，但是他前任的事情谁说得准？不过你也不用太过于在意，楚婉清对你也算是很特别的，说不定你就是那个。话没说完，我便开口打断：好了，不用说了。楚婉清那么喜欢他，心里怎么可能还装得下其他人？在了解楚婉清还有个忘不了的前男友后，我回到房间，开始搜查楚婉清之前的事情。对于我一个顶尖的黑客而言，查什么信息都不是问题。很快，我就查到了楚婉清和宋慕凡之间的全部东西。他们是在大学认识的，两个人度过了快乐的4年大学时光。但是毕业以后，宋慕凡想出国发展，便跟楚婉清提出了分手。我看到了宋慕凡的照片，确实很帅长的，一点也不输于下午遇到的宋景年。我抬起头，深深叹了口气。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是顾梦琪。泽哥，来不来酒吧喝酒？答应后，我便准备出门，恰好碰到了回家的楚婉清。去哪儿？我冷声回道：我去哪儿跟你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楚婉清不明白为什么我态度的转变。已经9点了，这么晚了还要出去？我去做什么跟你没关系，你还是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楚婉清脑子一转，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下午的事情？楚总日理万机，我哪有资格问你的事情？楚总还是去在意你的前男友宋慕凡吧。楚婉清听到这个名字，周身的气息一下子冷了下来。谁告诉你的这个名字？我什么东西查不出来，只是我好奇的是，楚总已经有忘不掉的人，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楚婉清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心情。不管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自己查的，以后不要再关注他的事情，也不要在我的面前提起他。楚婉清，我对你的前男友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直接错开楚婉清的身体，离开了。到了酒吧，顾梦琪看我心情不高兴，给我开了一瓶酒。泽哥，你这是怎么了？在楚家受气了？我端起酒杯灌了一口。我没事，今晚陪我喝酒，我不回去了。都行，你看着办就好。忽然一阵香风吹来，我抬头就一道身影站在自己面前，陌生又熟悉的脸上笑盈盈。你就是秦泽吧？宋几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来找你，自然是想跟你聊一聊。说完，我转头看向一旁的顾梦琪。顾梦琪，你先回避一下。秦先生，我知道你是因为你的风头确实很盛。宋先生多想了，我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秦先生能让这么多女人围着你转，肯定也是有自己的本事的。宋先生这次来找我，应该不是为了商业吹捧一下吧？秦先生果然是聪明人。既然这样，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哥哥跟楚婉清在一起那么久，还是互相喜欢。我哥马上就回国了，希望秦先生不要插足别人感情。我听了这话，忍不住笑道：我跟楚婉清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何谈插足别人的感情？秦先生很聪明，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判断的。秦先生跟楚婉清相处的时候，眉目间隐藏的情愫，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不然我也不会特意来找一下秦先生。我冷眼看着他，放心，我跟楚婉清绝对不会有任何关系。宋景年点了点头，没有最好，你最好跟楚婉清保持距离，不然到时候受伤的还是你。留下这句话，宋景年便起身离开。我低着头又灌了一口酒。顾梦琪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只能先带着我去了楼上的休息室。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又躺在了酒吧楼上休息的房间里。我带着东西先回了楚家，一进门便看到了楚婉清坐在沙发上。楚婉清像是忘记了昨晚我们刚刚爆发过争吵，居然主动跟我说话。以后晚上不要跑出去喝酒，一身酒气。那就不劳您费心，我先去睡觉了。我刚准备上楼，手腕却被一把拽住。今天下午我要去出差，为期2天，有一项重要的合作，我爸说让你陪我去。我本来想直接拒绝，可是听到楚父亲自点名了让我去，到嘴边的话又被我咽了回去。我认命的叹了口气。下午5点，不需要带太多的东西。
随后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一起收拾准备上车。这时一通电话打来，电话那头楚双宁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楚婉清，宋慕凡回来了。这3个字就像是往平静湖面掷出一颗石子，在楚婉清早已静寂的心湖上砸出涟漪。楚双宁和宋慕凡是大学同学，2个人关系还不错，楚双宁的话应该错不了。楚婉清想都没想，便下意识脱口而出：在哪儿？告诉我。环境很安静，一旁的我听得一清二楚。宋慕凡，那个他喜欢了很多年的初恋回来了。看来楚静怡说的果然没错，楚婉清果然忘不掉他。电话那头，楚双宁声音继续传来：他这次回国时间很短。楚婉清嗯了一声：我现在就赶过去。我深吸一口气，问道：合作怎么办？还要谈吗？楚婉清看着我的眼神，目光逐渐幽深。合作取消吧。和慕容集团合作，对楚氏而言利润巨大，真的要放弃吗？我认识的楚婉清不是这样的。楚婉清是个极其在乎公司利益的人，但此时他却点了点头。我有些急，事先取消吧。我看了他一眼。你所谓的急事是回去见他吧？去吧，没有你，我一样可以谈成合作。楚婉清在得知前男友回国时，想第一时间去见他。去吧，没有你，我一样可以谈成合作。楚婉清皱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有件事我必须要去弄清楚。我摆了摆手：那是你的事情。说完，我直接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身后的楚婉清眸光暗淡了一分，她忍住了想追上来的想法。可是楚氏这边的合作还没有结束，我决定先去找慕容雪。我找到慕容雪的时候，她正在大厅的里。秦先生久仰大名，只是为何不见楚总？你怎么认识我的？秦先生风头正盛，有谁不认识？我可是关注你好久了。说完，慕容雪满脸笑意。楚总有事不在，今天由我来跟穆总谈合作。秦先生是个聪明人，自然知道跟我们合作会创造巨大的收益。所以呢，慕容小姐，您是怎么看待跟楚氏的合作的？如果秦先生能够抛出让我感兴趣的筹码，也是能够考虑一下跟楚氏合作的。至于筹码，我觉得秦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筹码。我表情飞快地划过了一丝异样。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慕容雪笑了笑：秦先生不必这么紧张，我是看上了秦先生的实力，想让秦先生来到慕容集团，到时候我肯定会给秦先生一个高管的位置。如果秦先生不愿意的话，我自然是不会强迫你的，但是这个合作我们也是不愿意让步了。听到这话，我也是站起身，露出了浅浅的笑容。慕容小姐的话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强求了。说完，我转身准备离开，却被身后的慕容雪一把叫住。秦先生留步。我勾唇转身问道：怎么了？果然，慕容雪绝对不会放过这次合作机会，我赌对了。慕容雪无可奈何道：还得是秦先生，我果然没看错人。好了，楚氏和慕容集团的合作正常进行，我稍后会把合同拟好发给秦先生，期待跟楚氏的合作。那就合作愉快。慕容雪笑了笑：秦先生，说实话，我更喜欢你了。谢谢慕容小姐的喜欢，希望您不仅喜欢我，也喜欢楚氏。我一句话瞬间化解了尴尬。这边应付完慕容雪，我准备回家请假休息1个月，正好碰到了楚婉清，我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哟，你这个点不应该是跟自己的初恋重归于好吗？谁都没想到是楚双宁信息有误，只是同名并不是一个人。宋慕凡还没有回来，而且他走得那么急迫，并不是对宋慕凡旧情难忘，而是有一个几年都没有解答的疑惑，需要面对苏慕凡才能解开心结。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不用跟我解释，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聊。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楚婉清看着我决绝的背影，心里泛起了一丝波澜。恰巧此时电话响起，是慕容雪的声音：楚总，合同收到了吗？什么合同？秦先生没告诉你吗？我以为秦先生会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楚总的，没想到居然没说，也真稀奇。楚婉清并没有理会。之前慕容小姐怎么都不肯答应合作，怎么如今反而答应的这么爽快了？慕容雪眉梢一挑，语气压低了一些。多亏了秦先生给了我心动的筹码。楚婉清下意识就想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她不敢相信自己心里的猜测。什么筹码？这你还是去问秦先生吧，就先不跟你说了。说完，慕容雪挂了电话，留给了楚婉清一个未曾破解的谜。第二天，楚婉清也收到了秦泽请假1个月的消息。你在哪？我去哪儿应该不关你事吧？楚婉清几乎断定了我答应了慕容雪什么条件，不然也不会走得这么突然。不准请假回来继续上班。我请假走的是正常流程，你应该没有权利干涉。楚婉清声音又重了一分。别让我说第2遍。我有些无语。楚婉清，你今天发什么疯？秦泽，你在去慕容雪公司的路上是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想。楚婉清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慕容雪给你了很大的好处，你就是因为这个离开楚氏了，对吗？我怒极反笑。我哪怕真的去慕容集团，那也是良禽择木而栖，楚总也没有必要这样恼羞成怒吧？行，那你去吧。楚婉清说完这句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我自然不会告诉楚婉清，我是蓝翔处理点事情。与其这样让他误会也好，反正他一直都不在乎，有的只是斥责和怀疑。